老板，求你了，再加一点行不行？就1点，我明天车贷就到期了，车要被拖走了，我可以报答你的，真的。行有行规，最多1000，觉得低去别家问。算了，打扰了。丁，典当暴击系统绑定成功。等会儿，妈的，反正都快破产了，赌一把。今天心情好，给你1200，不能再多。真的吗？谢谢你，老板，太谢谢你了。丁，触发暴击奖励，获得3000美刀，30天内可赎，本金加利息，单子收好。真多了3000。老板还没关门吧？我来谢谢你的。店里没杯子，上楼吧。我跟男朋友分手了，他把我的钱全卷跑了，就差1点我就要流落街头。你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只是做了笔生意。所以，我说过要报答你的吗？这个男人。那个车贷公司说收到钱了，我得开门做生意了，没事再叫我。老板，我走啦。老乡，最新款苹果刚买没几天，手头紧才当的。华强宝几百块包邮的货拿来当最新款，不收垃圾，慢走不送。这是特殊渠道原装货，你懂不懂行？再不走我报警了。伙计，看看这个能给多少？300刀，成交。丁，触发暴击特殊奖励，获得奢侈品鉴定知识初级。拉链头太亮，没救黄铜杆，侧面转角针脚乱了一下。假货，老爷子当年走了眼。伙计，看看这个值几个钱？300。老板，早安呀。小李啊，还没吃饭吧？这身材，熟透的水蜜桃。苏姐，你这是？店里中午做多了，给你端点过来，尝尝姐的手艺。苏姐，太麻烦你了。跟姐客气什么？这姐姐心里不静啊。怎么样，合口味吗？好吃。好吃就多吃点儿，以后别叫外卖了，姐做了什么就给你端一份。这姐姐手都在抖。你这店最近生意怎么样啊？就那样，饿不死吃不饱。谢了，苏姐，多少钱我转你？你再跟姐提钱，姐可就生气了。小李啊，记得晚上等姐哦。小李啊，没打扰你吧？我来拿中午那个饭盒。在楼上呢，苏姐进来坐会儿，我上去拿。那个，我跟你上去拿就行，不麻烦。那走吧。你这还挺干净的嘛。要喝点吗？这女人今晚像是有备而来。姐，你一个人守着那家店，挺累的吧？累啊，怎么能不累呢？姐夫他走了3年了吧？3年零4个月。有时候我都快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可一闭眼又全是他。
我总觉得对不起他，可我有时候真的好孤独啊。小李啊，你说姐是不是个坏女人？你怎么会是坏女人呢？真的，真的。不行，我不能这样，我对不起他。3年的心理枷锁，不是一碗几杯酒就能冲开的。我得回去了，太晚了，明天记得过来吃饭。有意思，这可比直来直去有意思多了。老板，跳蚤市场淘来的，搬家带不走，换2个钱。大爷，说难听点，这就是个摆设了。我要收，顶多给50，还占地方，不知猴年左右才卖得出去。您还不如留着自己看，好歹是个念想。哥们儿，这鞋收不？穿过的，穿了小半年吧，不过我刷过了，挺干净的。干净你个锤子！不收。为啥？这限量款外面炒到7、800了，我便宜点给你，你转手就能赚。膈应？啥？我说嫌这鞋膈应，不想收，听明白了吗？拿走，出门右转。妈的，现在有钱了就是硬气，这种恶心钱爷不赚了。心里有坎的女人就得晾着，你追得越紧，她跑得越快，晾着她自己反而会胡思乱想。老板，我要搬去养老院了，家里带不走，你看这个还值几个钱不？分量够，不像镀银的，纯银标志，确实真家伙，350块，普通银料没什么收藏价值，这价不高不低。行，我满意。叮，触发暴击奖励，获得1000美刀。嘿，李，听说没？前面2个街区开洗衣店的史密斯一家要搬去东海了。所以呢？他们家一大堆老物件急着甩卖，我刚路过，看见往外搬老家具、旧油画，还有一堆稀奇古怪的瓶瓶罐罐，跟开仓大甩卖似的。什么时候卖？就这周末，下周1就走，必须全清掉。怎么样？去看看，说不定淘到宝贝呢。行，到时候看看。老板，收吗？火彩还行，但不算顶级。进度大概 VS 级，不高不低。8星8焰挺规整，没明显毛病。那个年代算很不错的工艺了。钻石1克拉出头，精度 VS， 颜色应该差不到哪儿去。二手市场价4000到5000美刀之间，我可以给你2500不到。单子收好，30天内可以赎回。不用了，我不会来赎了。叮，触发暴击特殊奖励，获得8000美刀。8000，之前最多3000，这次直接8000。收这戒指花了2500，平衡了8000，白得个一枚市场价4000多的钻戒，还凭空倒赚5500现金，这系统是真牛啊！年底房产税压力彻底没了，剩下2万多，够我舒舒服服活到明年。以前揣200块都得算计，现在这感觉还真他妈不赖。那辆破丰田是该换换了，我的好日子可能才刚刚开始。Hey bro， 开门做生意呢。看看这个好东西，爱马仕，看这造型，8成是最难搞的铂金包。光闻这味儿，心里就有底了大半。但这是我拿到鉴定知识后的第一次大考。字体清晰，句律规整，跟脑子里正品钢印的知识完全对得上。5经过关，走线无可挑剔，手感分量跟数据分毫不差，100%确定，真家伙，
全新到保护膜都没撕干净的爱马仕铂金包。嘿 ，bro， 你还验什么？这玩意儿根本不用验，绝对真货。你知道搞个顶级假货成本多高吗？先上网找卖家，付加密货币，那玩意儿我到现在没搞明白。再等他们从你们龙国阳城西、莆田跨国邮寄，万一被海关扣了，我还担风险。折腾一圈拿到手还是个假的，我图什么？但搞个真货呢？成本你猜多少？我只要一顶黑滑雪帽，一把破榔头，加我这双耐克跑鞋，去罗迪欧大带随便找奢侈品店跑一圈，5分钟就有了，成本几乎为0。你说哪个划算？所以呢？所以这玩意儿绝对是真的啊！没错，确实是真的。我能出4500刀。What？ 4500？你跟我开玩笑？这可是铂金包，全新的，你知道店里卖多少，排队都买不到吗？我当然知道，但你这玩意儿来路正吗？有小票吗？有身份卡吗？我这儿收的是二手货，不是赃物。你东西没凭没据，我收了也担风险。4500爱当不爱，不当拿走，我不缺你这一件货。这话半真半假，来路不明确实有风险，但利润也同样巨大。这包值钱我知道，可除了典当店这种不问来路的地方，我根本没处出手。别家最多出到4000，挂网上卖，不出3天就得被佛波拉请去喝咖啡。行，4500就4500，算你狠 ，bro。冰触发暴击奖励，获得5000美刀。花4500，系统返5000，等于1分钱没花，白得一个全新爱马仕铂金包，还倒赚500现金。Hey bro， 我叫德里克，你没别家那么黑，以后有好东西我还来找你。行。这包转手卖个8000上千，跟玩儿一样，这笔买卖赚翻了。德里克，这兄弟可以处，以后指定是我的大客户兼财神爷啊！这几天躲着不来典当行，系那2个小人在打架呢。小李你来啦，快过来吃饭。苏姐，随便弄2个菜对付一口就行，我不挑。行，你先坐会儿，姐去后厨给你炒。今天没外人了，姐再陪你喝点。这姐姐今晚是彻底豁出去了。小李，这几天姐情绪有些不稳定，你是不是觉得姐这人挺矫情的？能理解。你懂什么呀？昨晚一整夜，姐都睡不着，一闭眼，脑子里全是你那晚的样子。姐在心里骂了自己10000遍，说苏婉清你还要不要脸了？人家才20多岁。可是姐也是个女人啊，3年了，1000多个日夜，每晚店门一关，就我一个人对着冷冰冰的屋子，连个能靠一下的肩膀都没有。小李，姐不想再熬下去，姐认输了。你想好了？小李，抱姐进去。小李，姐这辈子算是栽在你手里了。这女人彻底死心塌地了，从今天起这条线正式挂上，而且是赶都赶不走的那种。你饿不饿？刚才光顾着喝酒，菜都没吃2口。被你喂饱了，不饿。你躺着别动，姐去把菜热热端进来。你刚才肯定累坏了。有个懂事的老板娘在身边伺候着，这日子给个神仙都不换。我懒得去找换的衣服，看你醒了，做了点早饭，快起来吃，不然凉了。手艺不错。你喜欢吃就行。小李，你晚上还来吗？没事的话我就来。那我等你。今天正好是丹尼说的那个清仓甩卖，闲着也是闲着，去溜达一圈，万一真能淘到点好东西。这些旧家电白送我都嫌占地址，旧衣服旧玩具看都懒得看。
没什么收藏价值。分量不对，这盒子看着不大，压手的离谱，绝不是普通铁皮的重量。是银的。纯银的标志。蒂芙尼公司，这他妈居然是一个蒂芙尼出品的老式纯银雪茄盒，拿到拍卖会上，品相好卖个几千上万美刀，跟玩儿一样。嘿，伙计，这个破盒子还有这个破台灯一起打包，20块卖不卖？卖，拿走拿走，把钱转这儿，赶紧的，别耽误我做生意。花20美刀买回一个至少值几千美刀的蒂芙尼古董银器，这种一本万利、沙里淘金的感觉，简直比直接暴击8000美刀还要爽。很多观众问我为什么只收不卖，这不，我挂网上了。跟艾丽娜、苏婉清完全不同，这女孩干净的晃眼。老板，你好。当东西。老板，这个我只是想先当一段时间，我以后一定会赎回来的。熊种的，飘点绿花，水头足，市场上卖个3000美刀没问题。这个我可以给你2000美刀。谢谢你，老板。南师大的，算起来还是我的小学妹。触发暴击奖励，获得3000美刀。又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老板，那个，我能加你个联系方式吗？方便我以后联系你赎回镯子。行。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价格比我想象高多了。为了感谢，我想请你喝杯咖啡，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哟，还挺主动。行啊，不过今天不行，我这还开着店呢，改天吧。好的，那之后再约你时间，我不打扰你了，老板再见。这清纯的小学妹好像也挺有意思的。这几天收了不少小东西，花出去小1万，暴击反馈零总13000-4，加上之前攒的，存款稳稳冲上5万多美刀了。嘿，伙计，看看这个能给多少？你这吉他，我爷爷留下的遗物，我对那些破烂没兴趣，也不会弹，你给个价就行。很老的入门练习琴，本身不值钱，品丝磨损厉害，弦也得全换。年头太久，没收藏价值，保养一下都得花不少钱。300刀，不能300多了，行吧，伙计，成交。触发暴击特殊奖励，获得2万美刀。2万！一把300块收来的破吉他，转手就暴击2万美刀，这系统是真他妈的邪门啊！换车，必须换车！我那辆破丰田实在配不上我现在的身家了。小李，吃饭了。今天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糖醋里脊，快尝尝。哎呀，你干嘛呀？大白天的，万一有客人进来。门掩着呢，有动静听得见。快吃你的饭吧，越来越没正经了。老板，不好意思打扰你啦。我这周课程表出来了，想问问你周六下午有时间吗？我们可以去学校门口那家新酒客。行，周六下午2点，到时候见。老板，等很久了。没有，我也刚到。你喝什么？我去帮你点。别说好了我请的。学长，今天谢谢你愿意听我说这么多废话。没事，我送你回去吧。那个，我住的地方就在前面，
要不要上去喝杯水？这清纯的小学妹一点都不会掩饰自己的心思。不是请我喝水吗？我去给你倒。水不急着喝。你要走了吗？店里还得开门呢。学长，你会不会觉得我很随便？不会，你是个很真诚的女孩子。成年人的世界，大家各取所需，哪来那么多的交情？老板，看看这个，能给多少？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正品 LV 用环保树脂胶，味道淡，绝不会有这种廉价工业胶水味。光这一点，基本可以判死刑了。老板，你快点行不行啊？我赶时间呢。我这包可是正品，上个月刚从专柜拿的，小票我都留着呢。手感不对，正品劲辣麻线有粘住感，这个滑得像普通尼龙线。又一个破绽，正品内衬是厚实帆布，有颗粒感，这个滑得跟丝袜似的，典型化纤。从里到外假的不能再假，你这包做的太糙了。我给你说3点：第一，五金颜色不对，正品五金用黄铜，是偏暗的哑光金，你这个太亮，跟个镀金陶片似的，晃眼。第二，走线间距不对，正品马鞍针法在转角处针脚加密，但间距绝对均匀，你这个明显乱了，忽大忽小，这做工连3流小作坊都不如。第三，最致命，内衬用料不对，正品 Neverfull 内衬是条纹帆布，粗糙有质感，你这个呢，滑的跟德芙巧克力似的，生怕别人摸不出来是假的呢。还有问题吗？就这点道行，还学人家出来骗钱？东西保真，价不刀4500，行，明天当面看货。20礼刀成本，转手翻了225倍，这种捡漏的快乐确实让人上瘾。Hey man， 请问这里是典当行吗？是的，你要当东西？Yeah， 前男友送的，分手了，看着碍眼，处理掉。普通18K 金链，按金价也就值500-600美刀，这可以当400刀。OK， 触发暴击奖励，获得1200美刀。你这老板挺有意思，我在外面观察你好久，你一直靠椅子上发呆，又懒又酷，跟别的生意人完全不一样。这姑娘倒是挺自来熟。我叫泰勒，瑜伽教练，看你天天这么坐着，对腰椎不好。帅哥有没有兴趣来我工作室免费体验1节私教课？这哪是单纯邀请上瑜伽课，分明另有意思。免费的？当然，这是我私人电话和工作室地址，明天下午3点以后我都有空，随时欢迎你来放松一下。这位姑娘还真是热情大方啊。小李，你店里今天是不是有客人来过？我也不点破，就那么看着她表演。这醋怕是有得吃了。嘿，帅哥，你来了。你都邀请了，我能不来吗？算你识相。来，先把鞋脱了，让我看看你的底子。不对，腰塌下去了，背要打直，感觉尾椎骨往天上顶。对，感觉到背部肌肉的拉伸了吗？这私教课倒是比我想的还认真。一个简单拉伸，他足足教了5分钟。好了，下一个鸽子式开髋的，身体再往下压一点。很好，你柔韧性比我想象的好很多嘛。这种眼神的交锋，比任何语言
都来得刺激。最后一个动作，我们来个双人的。这妞是真会玩啊！嘿，你这家伙体力可以啊，比健身房那些只会喝蛋白粉的肌肉男强多了。你也不赖。那是当然。我跟你说，这还是我第一次把私教课上得这么刺激。那以后欢迎你随时来上我的私教课，随时奉陪。果然，生命在于运动。运动系的热烈直接跟他们还真不一样，挺有新鲜感。这鬼太阳晒得人嗓子都冒烟。我靠，这玩意儿都开到买力杆来了。要不是周围都是老外，我差点以为穿越回国了。价格比国内贵，但在洛杉矶已经算良心了。帅哥，想要喝点啥子？圆脸、酒窝、娃娃脸，这组合还真挺有杀伤力。一杯冰鲜柠檬水，谢谢。好嘞，冰鲜柠檬水1杯。好嘞，帅哥，你是土生土长的龙国人吧？听你口音不像这边的。留学生。哇，老乡哎！我叫陈思琪，也是过来留学打工的。你哪，帅哥？李牧。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嘘，帅哥，我跟你说哈，我们柠檬水正常放3片，我给你放了5片，你莫跟老板说哈，不然要扣我工资嘞。行，我不会说的。帅哥慢走哈，下次再来照顾生意噻。这姐姐今天来者不善。苏姐，这是干嘛？我这还没到打烊时间呢。今天提前打烊。小李呀，今天你怎么也没来找姐？是不是把姐给忘了？这不是忙吗？忙？我看你是吃到嘴里就腻了吧。苏姐，你这是？别动！小坏蛋，吃了姐就想跑，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你这种没良心的小坏蛋，光用嘴说是没用的。cosplay， 活生生从漫画里走出来的，这还原度100%。嘿，小甜心，你这收相机吗？收的。索尼 A7M4 大师级 G 镜头，上个月刚买的，急着做新服装，你看着给个价吧。快门不到1000次，准新机，镜头也干净。900刀。才900，拜托，不能再多给点吗？你看我这么可爱。不能。好吧，真小气，900就900吧，成交。触发暴击奖励，获得1500美刀。这妞心也太大了。这妞是真会玩啊。怎么样，小甜心？我的身材还不错吧？还行。哦吼，这张可是我的得意之作，为了拍它，我涂了3个小时油彩呢。这么多套，你最喜欢哪一套？下次我穿给你看啊。你这些照片，我个人没什么意见，但按典当行规矩，典当期间，这台相机和所有附件，包括这张存储卡，都暂时归我保管。你这个男人真有意思。行啊，那你可得好好保管，那可是我全部的珍藏，要是弄丢了、弄坏了，你就得用你自己来陪我了。OK， 李牧，你最好把我宝贝保管好，少一张我可要来找你麻烦哦。这台相机真正的价值可不在相机本身啊。Hey bro， 我又来了。你下次能不能轻点？我这小本热议，经不起你折腾。看看这个，刚从专卖店拿出来的热乎货。你这是又去罗迪欧大校上了一堂经济课 ？No No No， 我反思了，之前的理论太肤浅。我真正赖以生存的是这个，是这张脸啊，兄弟！你看我这张脸上写着什么？写着缺钱。不对，
写着诚实、可靠、值得信赖。我这张脸就是一张通行证。我今天进苹果店，那2米高的白人保安看见我眼睛都亮了，直接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我拿着这2台电脑走出店门，那保安一路热情相送，足足送了100多米，还让我跑慢点儿。这就是美丽干的服务精神。神他妈热情相送，那明明是追着你让你定住吧。行了，东西没问题，2台一起2000兜。才2000，全新的加起来快4000，你直接打5折。德里克，你知道这货来路我担的风险不小，万一被嫖子查了，我这店都得关门。2000，不当就拿走。行，算你狠。触发暴击奖励，获得2500美刀。嘿 bro， 你给的价比我还黑，但你这兄弟我认了，下次来我还有好东西。这家伙真是个送财童子。拿着回去饿的当宵夜。这贤惠模样，越来越有贤妻良母的架势了。这妞憋了2天，可算是。照片的主人来讨债了，你敢来吗，小甜心？这妞憋了2天，可算是忍不住了。行，那就陪你玩玩。哟，还真敢来啊，小甜心！我还以为你没这个胆子呢。你都下战书了，我能不来吗？急什么呀？讨债之前，我们是不是得先聊聊那张存储卡的所有权问题？没什么好聊的，按规矩，你把相机当给我，赎回之前，相机和里面所有东西都归我保管，包括我的照片。那些照片版权、肖像权都是我的，你只有保管权，没有观看权。你这是侵犯隐私，懂吗？是吗？那要不我现在就把它格式化了，既不侵犯你隐私，也省得我保管。你敢？你看，你又舍不得。那是我辛辛苦苦拍的，光做道具化妆就好几天。所以啊，我这是在帮你保管你的心血，你应该感谢我才对。行，算你狠。好吧，我承认法律上那张卡暂时是你的，但作为保管者，你总得发表一下观后感吧。那么多套 cos， 你总得有个最喜欢的吧？让我听听一个专业的鉴赏家会给什么评价。要说评价嘛，其他的都还行，就是匠气重了点，为了性感而性感，有点刻意了。哦，只有一套最有感觉。你 cos 的那个小奇女很有灵魂，就跟真人似的。真的？真的。那你觉得是照片有灵魂，还是我本人更有灵魂？今晚的重头戏要来了。疯狗狗 Later。老板，这些东西全卖了，你看着给个价就行。卡地亚 Love 手镯、宝格丽慈善树项链、蒂芙尼钥匙丢针、梵克含刀四叶草耳钉，全是顶级大牌，成色都还很新，字体、间距、深度全对。全是真货。我本以为这只是家犄角旮旯的破典当，没想到这个年轻男人面对这堆顶级奢侈品，非但没有半点贪婪惊讶，反而这么专业冷静。这一堆东西，我可以给你21000美金。触发暴击奖励，获得8000美刀。花2万1暴击8000，等于只花1万3，收了市场价6、7万顶级首饰血赚。单子不收好吗？万一想徐回。你叫什么名字？李牧。我叫朴恩金。这冰山美女多少有点耐人寻味啊。
每一件都能给我带来上千美刀利润。我现在是真理解古代那些囤金银财宝的王公贵族了。当东西还是买东西？先放柜台上。有事？昨天是不是有个叫朴恩族的女孩来你这儿卖了一堆首饰？得，正主找上门了，是有这么回事。东西呢？把东西还给我。凭什么？东西是朴小姐亲手当给我的，单据上白纸黑字有她亲笔签名，现在所有权是我的，我凭什么还给你？那些东西都是我买给他的，我花了几万美包，他说卖就卖了，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爸是……停！我不管你爸是上帝还是耶稣，在我这儿就得按我这儿的规矩来。朴恩忠亲笔签名，交易合法。想拿回去两条路：第一，30天内让朴恩静本人或拿授权书带本金加利息来赎回；第二，等点出期结束，按市场价从我这儿买回去。阿四，你他妈耍我！我自己花钱买的东西，凭什么不能要回来？还得等30天再花钱买一遍？我他妈要是能找到他，还用来找你？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么把东西还给我，要么我他妈就把你这破店给砸了！你脑子有病！砸之前，先跟我的摄像头打个招呼。我这店24小时高清录音录像，你说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被录下来了，已构成商业骚扰和人身威胁。你再敢动一下，我立刻报警。阿西巴，你给我等着！这些东西他当了多少钱？我买了。不好意思，这些东西点地期还没结束，卖不了。花典当价格就想把东西买回去，这批货市场价最少6万，这小西巴想按典当价2万买回去，跟直接抢老子的美钞有什么区别？你在想屁吃！朴小姐你好，刚才有位韩继先生来店里，情绪不太稳定，想要回你当掉的东西，事情我已处理好，提醒你一下，最近出门小心点。他没有麻烦到你吧？没事。非常抱歉给你添了这么大麻烦，为表歉意，我想明晚请你吃顿饭，不知你是否方便？你来了。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天我请客。2份顶级雪花和牛，1份牛舌，1份五花肉。喝点什么？烧酒可以吗？你来选，我随意。昨天的事情打扰你了。分内之事。他就是那样一个人，自恋，控制欲强到变态，追了我2年，甩都甩不掉，像块狗皮膏药。你做得对，这种男人不断掉，还留着过圣诞节吗？你这人说话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我早就想通了，就是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可笑。他总觉得花钱买了东西就等于买了我这个人，西巴，无可救药的普信男。所以你卖了那些东西就对了，留着只会不停提醒你那段恶心的过去，给自己添堵。他不说你值得更好的那种废话，只是平等的，甚至有点不在意的陈述一个事实，这种感觉真舒服。李默，你跟南棒那些男人真的一点都不一样。欧巴，冰山女王得比她更冷更硬，才能敲碎那层罩。昨晚我很开心，谢谢你，欧巴。朴恩珍这种冰山女王，你得比她更冷更硬，用绝对的冷酷敲碎那层壳，露出她藏在里头的柔软。老板，行行好，给点酒钱，我快渴死了。这不是慈善机构，要当东西就拿出来，没有出门右园有便利店。纯纯的电子垃圾，白送都嫌占地方。这可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古董，给个50就行，我就想喝2瓶威士忌。10块，爱要不要？不要拿着你的破烂滚蛋。谢谢老板，你真是个好人。
触发暴击逆天奖励，获得蜘蛛基因低配版。蜘蛛基因，系统你出错了吧？这就是蜘蛛基因，虽是低配版，没有蛛丝，但光这脱胎换骨的感官强化，放在美利坚这种枪战之国，就是最顶级的保命神器。10美包换一个超能力，超值！10秒钟把全身骨骼肌肉重铸一遍，能量全掏空了。说白了，就是饿到能吃下一头牛。大杀四方，回头再说。当务之急，先把这具刚脱胎换骨的身体喂饱。小李，你今天怎么这个点过来了？突然饿了，来蹭口饭。姐，再来一碗。小李，你今天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怎么跟饿了好几天似的？这都3晚了。没有，就是今天特别饿。看你吃得香的样子，比以前那副没精打采的样儿，可有男人味多了。哎呀，你干嘛？谢谢姐的面。这能力藏着掖着才是正道，但在自己店里悄悄试试深浅，没问题。我都没觉得用了多大劲儿。小心翼翼。这握力再不控制，怕是能把柜台按塌。这种对力道和轨迹的控制，精细的连我自己都吓一跳。精力旺盛的有点不正常，这身体是真被重铸了一遍。老板，这个包怎么卖？1200刀。这么贵啊！老板，能不能便宜点呀？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款。不刀。老板，你看，我有10几万粉丝呢，你给我个好价，我就帮你这家店推一推。我那些姐妹个个爱买名牌包，还经常需要临时周转，我给你介绍过来，可比你守店等客人强多了。精准客源都是出手阔绰的年轻女孩，正好是我这些奢侈品的目标客户，这点差价让了不亏。看你这么有诚意，这包给你1000，交个朋友，以后生意上多照应。谢谢老板，你人也太好了吧！我叫贝拉，光给你介绍生意，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够。你今天可帮我省了400刀呢。第一种，帮你介绍生意，这是明面上的；至于第二种嘛，是一份只属于你的神秘回报。神秘回报，说来听听。说出来，那还叫神秘回报吗？老板，现在店里就只剩我们2个人喽。Later。刚折腾完一场，非但不累，反而感觉再来2个都顶得住。这蜘蛛基因强化的身体，光靠1个是真满足不了了。这状态我见过，典型精神异常失控的人。当东西？当什么？跟这种神志不清的人打交道最麻烦。钱，把钱拿出来！哥们儿，别激动，钱都在保险柜里，我这就给你拿。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少废话，快点儿！我数3下。好，我这就拿，你别急。蜘蛛感应。再偏一点，这脑袋就得开瓢。
要不是这蜘蛛感应，要不是这具被强化的身体，这些所谓的最大重量，对我来说跟孩童玩具没区别。嘿，宝贝儿，快看我，马上就起来了！加油，你可以的。美女别走啊！我刚才就是热身，下一组保证推起来。好像也不重啊。这重量对我还是太轻了，达不到测试极限的目的。你好，刚才谢谢你。没事，他太吵了。我叫小野珍惜，你是龙国人吗？土生土长的龙国人。我是樱花国人，从小在美国长大，在附近开了家二手奢侈品店，做高端货回收转卖。二手奢侈品店，那我们说不定还有合作机会。我开典当行的，就在前面2个街区唐人街。稳定可靠的货源渠道太重要了，而典当行恰恰是二手奢侈品最大的货源地之一。那我们还真是有缘分，不介意的话加个联系方式吧，改天约个时间详细聊聊合作。行，那就不打扰你训练了，李桑。这樱花国御姐味道还真不错。是德里克介绍我来的。东西呢？怎么样，老板？我这货色不错吧？我这渠道那可是全洛杉矶最稳的，货源充足，要多少有多少。哦，什么渠道啊？商业机密，商业机密。表圈手感干净，字体饱满，日历放大镜正常，真货。海马也是真的，就是来路干净不了。东西是好东西，都是真货。不过没发票，没原装表盒，连保卡都没有，光读2块裸表。这有什么关系？表是真的就行了嘛。关系大了，有票有盒的全套，跟你这种来路不明的裸表，价格能差一大截。我收了转手都费劲，风险还高。2块表打包5000刀，这已经是看在德里克的面子上了，不当就拿走。行，成交。触发暴击特殊奖励，获得宝马 M4 一辆，车辆停放于3个街道外公共停车场 A 区32号车位。一辆车，还是宝马 M4，这手续系统都给办好了。现在1秒都等不了，我要看我的新坐车。全新的落地价7、8万美刀，我那破丰田卖了都不够他一个轮子。这系统还有这种操作？爽！李様、腕章よしげんまん。我想请你给一家很不错的居酒屋。李桑，你来了。不好意思，路上有点堵车，来晚了。没有，是真妹来早了。这家店的清酒很地道，李桑常看。谢谢。为了庆祝我们合作愉快，他对二手奢侈品市场的理解，比我实际操作经验还深。李桑，你一个人在这边会觉得孤独吗？还好，忙起来也就不想那些了。珍迷倒是每天都觉得很孤独。李桑，你可能不知道，珍惜名义上其实是有未婚夫的，我们订婚3年了。3年啊，你猜我们见过几次面？5次。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他叫健太，在樱花国总部，永远都在忙，永远都在开会。别人都羡慕我，说我命好，可谁知道我这3年过的跟守活寡有什么区别？每天一个人开店，一个人关店，一个人回那个冷冰冰的家。他给我的永远都是钱。李桑，谢谢你，今天愿意听甄姬说这么多废话。没事。我到了，谢谢你送我回来。进去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喝多了。李桑，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我们才刚认识，而且以后还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是吗？你这个家伙简直是个怪物。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李桑，你说我是不是个坏女人？为什么这么说？我名和健太，但就跟你那个健太对你好吗？好？什么又好？他就是个自私鬼，这3年半年都见不了一面，他从来没问过我一个人在梅河干累不累。他给的永远都是钱和那套等事业成功就娶我的空头支票。我想要这些啊，不然我也不会跟他取消婚约。这座端庄各致的樱花国冰山，今晚算是被彻底融化了。怎么不接？不想接了，接了又能怎么样呢？听对方敷衍的说几句工作有多忙，听对方抱怨压力有多大，然后再提醒我要懂事一点。既然我已经决定要解除那份可笑的婚约了，那以后大家就都没什么关系了，我还演什么戏呢？李桑，就在刚才，我突然想通了，我不想再为了一个根本不在乎我的人委屈自己，就让这个人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吧。这女人不仅身段好，脑子也算清醒，一旦做了决定，就干脆利落。饿不饿？刚才你耗了那么多体力，我去给你弄点宵夜吃吧。行啊，客随主便。这蜘蛛基因的恢复力确实变态。呀，你走路怎么没声音的呀？快放开我，这切菜呢。你切你的，我抱我的。李桑，别闹，刀很利的。那你就专心点切。可是汤要滚了。小李，这车是你的？是啊，怎么样，还挺帅的吧？帅是帅，可你哪来的钱买这个呀？你之前不是开的丰田呢？那破车早该换了，前2天运气好，捡了个大漏，赚了笔大的，就把车换了。你这孩子赚了钱也不知道省着点花，买这么好的车干嘛？多招摇啊！车嘛，就是男人的腿。等哪天有空，苏姐我开车载你去最高的山上兜兜风，感受下巅峰的景色，怎么样？呸！没个正经，大清早就胡说八道。快吃你的早饭吧，凉了就不好吃了。还是你这儿凉快。你这是把我这儿当避难所了？嘿嘿，李，别这么小气嘛！我这儿可是给你带来最新的一手情报。我听我一个在仓库工作的朋友说，下个月初，城东那个公共仓储中心要有一批储物柜被强制拍卖。规模很大吗？听说一次性有10几个单位，
上次还有人花300块从一个储物柜里开出一辆哈雷摩托。行啊，到时候看情况。嘿，小甜心，几天不见，想我了没有？你这换皮肤的速度比那些游戏大厂还快啊！今天这出是女特工，怎么样，还原度够不高？我接了个大商单，衣服刚做好，就迫不及待穿过来，给你这个专业鉴赏家过目了。顺便来看看你这坏家伙。李老板，你这是要亲自操刀给我拍大片？不然呢？你的专属摄影师不得尽职尽责点儿？去那边靠着旧沙发，先来2张。姿势还行，但张力不够，腰往下压一点，背部弧度拉开，对，就是这个角度。别动，保持住。前胸的层次感出不来，这个位置应该再低一点。李老板，你刚才的手是放错地方了。这位特工小姐，我只是在进行艺术指导，你这样拿枪指着一个合法商人，好像不太合规矩吧？规矩，在这里我就是规矩。说，你这间店里是不是藏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比如其他女人的痕迹？这我可冤枉了，我这破店除了你这种极品特工，哪儿还有别的女人？代价是吧？喂，你干嘛？剧本不是这么演的。剧本，从现在开始，我来导演。特工小姐，你的审讯结束了，现在该轮到我审你了。你不能这样，我可是有外交豁免权的。在我的地盘，没有豁免权。本特工任务完成，该撤退了。下次有了新皮肤，我再来找你这个专属摄影师验货。随时欢迎。不用负责，还能时不时玩点新花样的红颜知己，确实是生活里最好的调味肉。帅哥，你可有好一阵子没来啦？最近有点忙，一杯冰鲜柠檬水，老样子。帅哥，看你好久没来，今天给你个老乡福利，你莫跟我们老板说哈，不然要扣我工资的。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就对了嘛。帅哥，上次忘了加你了，加个联系方式呗。下次你来之前提前说一声，我好给你提前下单。再来一杯奶茶，全糖。小李，吃饭了，今天给你做了你爱吃的。哟，今天这是有什么大喜事啊？看把你乐的，是不是下午见了哪个漂亮妹妹，被人家勾了魂啦？喏，专门给你带的，还吃醋吗？算你还有点良心。说吧，下午是不是又去鬼混了？哪能啊，就是天热出去买杯喝的，顺便给苏姐带一杯，不应该奖励一下吗？奖励？想得美！真不给奖励啊？那晚上开新车带你去山上兜风的事也得取消了。本来还想带你去山顶，找个没人的地方，看看星星，聊聊人生呢。呸！谁要跟你去看星星聊人生？没个正经。那晚上8点，我来接你。系好安全带了，坐稳了。你开慢点，不要命了你！这不是没事吗？怎么样，刺激不刺激？刺激死了！这地方风景好，还没人打扰，是个适合锻炼身体的好地方。贫嘴！
能开盲盒捡漏的好事可不想错过。法克里，你小子什么时候发大财了？连 M4 都开上了。前2天运气好，收了点好东西。别废话，情况怎么样？别提了，来晚一步。刚才有个柜子开出一辆半新哈雷，被个老莫800块拿下了，狗屎！这就是储物柜拍卖的魅力，几百块能开出哈雷，也能开出一堆真垃圾。5分钟，只准用手电往里照，不许取碰，照完100块起拍。前面戴牛仔帽的叫老约翰，专收老家具。那拿小本子记的是数据量，专门分析出货概率。100、150、200、250、300、350、350。这个柜子50刀起拍，有没有人要？鬼脸文字坛，就那一个角都价值不菲。这柜子今天必须拿下。200、250、300、350。李，算了吧，这柜子看着就不对劲儿，别上头了。500。算了，你要就归你吧。500刀1次、2次、3次，成交。这亚裔小子是新手吧？500块买垃圾柜，脑子坏了。法克里，这500是真打水漂了。Oh my god！ 出货了！李，你运气也太好了，这下回本大半了。材料钱加起来就值1-2千。法克，是百达翡丽的 REF 96，上世纪30年代经典款，这品相至少值6000美半。小子，你眼光不错，今天我老约翰认栽了。李，这个看着不错啊，那新纸箱里指不定装着啥好东西。这柜子没看到能确定的线索，但赢钱上头了。700刀。李，你这回栽了，700块买一堆减肥茶，你这是要开微商啊？赢钱上头瞎赌，亏了活该。别笑了，你看好的家电柜开出宝贝没？别提了，300块拿的柜子，就一台坏冰箱和几个生锈木里箱，倒贴都没人要。学长在忙吗？不忙，刚发了笔小财。哇，恭喜学长！为了庆祝你发财，这个周末我请你看电影怎么样？这小学妹怕是有点实习之味了。行，周6下午见，地点你定。700块买个教训，不亏。只要那块百达宝宝还在，我这波血赚。这种打扮，要么被追债，要么偷拿了家里贵重物品变卖，反正是个惹了麻烦、极度缺钱的主。当东西还是买东西？买，不，是当东西。打扮像神经病，东西倒是实打实的硬通货。螺丝扣打磨圆润无刨刺 ，AU750钢印和独立编号清晰，字体深浅变化到位，成色不错，钻石没掉，标记规整，真家伙。专柜全新加起来2万，二手裸件行情腰斩再压一压。这2件一起4000刀乐，4000死当价，不能再多了。我以为他会为几百块磨叽半天。好，4000就4000。带证件了吗？例行登记。斯凯勒，他是真的不认识我，还是装的？签字吧。4000刀利，你点点。触发暴击奖励，获得8000美刀。8000，普通暴击的最高额度，付出去的4000补回来，还倒赚一大笔。
怎么，还有东西要当？他是真的不认识我。没有了。李桑，早上好。早啊，珍惜老板，今天怎么有空大驾光临我这小破店？当然是来谈正事了。上次李桑说店里积压不少高奢物品，正好珍惜这边缺货源，过来看看，顺便把合作细节敲定一下。这妞恐怕谈生意是假，想再回味一下才是真的。行啊，合作当然要谈。没想到李桑的眼光这么多啦，这种小众品牌的停产好货，一般人发笔你发现不了，放到我们店里最少能卖到8000美刀。老板，收老瓷器吗？我先接待一下客户。对古董瓷器这块基本是半吊子，水太深，能不碰就不碰，只能勉强判断这应该是个有些年头的老物质，但具体什么年代、什么窑口、值多少钱，两眼一抹黑。老板，这可是我们家祖传的，我爷爷说最少也是清朝的。万一这是个不值钱的民窑大陆货，收高了砸自己手里。行吧，看着是个老物件，这碗品相一般，碗沿还有个小磕碰，我给你300刀乐，当不当？行，300就300，300刀乐，你收好。那谢了，老板。触发暴击特殊奖励，获得古董瓷器鉴定知识初级。这是又捡了个小漏。清中期福建德化窑烧制的民窑青花碗，虽是民窑，但胜在器型规整，青花发色透亮，是同时期民窑上品。碗沿那个所谓磕碰，其实只是不影响品相细小摇鼻，拿到古董市场，少说也能卖1500-1600，运气好碰上喜欢的2000都有人收。300块收的，转手翻好几倍，又是笔稳赚不赔的买卖。李桑，那个碗怎么样？看你表情像是捡到宝了。你看这碗底的款式，这福字的写法比较随意，是典型的清中期德化民窑特征，还有这胎体偏厚重，釉色温润。眼前这个男人就像一个永远也挖不完的宝藏。你以为他只是个体力不错的帅哥，结果他还是个商业头脑精明的典当行老板。你以为他只是懂点奢侈品，结果他连龙国的古董瓷器都研究得这么透彻。这种深藏不的专业和神秘感，对他这种见惯了浮华男人的成熟女性来说，简直就是最致命的毒药。李桑，你懂得真多。略懂略懂。那个李桑，你的库房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你那边还有别的存货。这妞终于是憋不住了。行啊，库房就在后面，珍惜老板请便。想换点生活费，150刀乐。触发暴击特殊奖励，获得8000美刀。8000美刀，这系统简直不讲道理！一台150块的破烂烂电子产品，直接给他干出了8000美刀的奖励。反正现在有了宝马 M4， 那破车留着也是占位置。这男的怎么看着有点眼熟？李牧，我靠，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看错了呢。看到那个卖车的帖子，我还说李牧这名字怎么这么眼熟，原来真是你。王伟，以前在南厦大读商科时候的同学。这小子在学校里就是个出了名的精心分子，天天在朋友圈发美丽丹的空气有多甜，看不起国内的一切，做梦都想找个白人老婆拿绿卡，融入所谓的主流社会。是我，就是你们来看车的。行啊，哥们儿，毕业这么久都没你消息，原来你窝在唐人街开当铺呢。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阿曼达，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到时候绿卡一拿，我算是纯正美丽妍人，彻底在这边扎根了。Honey， 这是我大学同学，是这家店的老板。就这女人的长相和那水桶一样的腰身，搁在洛杉矶稍微好点的酒吧都没人愿意多看一眼。王伟居然当个宝一样到处炫耀，也是难为他了。挺好，恭喜啊！所以车你们还看吗？当然看，是这样。我那辆奔驰最近送去保养了，阿曼达非吵着要去郊区玩，我寻思着租车不划算，干脆随便买辆便宜的二手车代步，用完就扔了也不心疼。哥们儿，你这车况也太烂了，发动机声音听着就不对劲儿，空调还不制冷。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1500卯乐，我今天就开走，怎么样？1500卖不了，你嫌烂可以去别家看看。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李牧，不是我说你。你这眼界就是打不开，在这破当铺里耗着有什么前途？你应该像我一样，多出去社交，融入真正的主流圈子。
你要是愿意，改天我让阿曼达给你介绍几个女孩，你也赶紧解决一下绿卡问题，总比你天天守着一堆破烂强吧。跟眼前这个角色尤物比起来，他身边那个引以为傲的美利坚女友，简直就像个还没进化完全的大猩猩。小李，我昨天有只耳环好像掉你车里了，你把车钥匙给我，我去找找。什么情况？这个极品美女不仅跟他有关系，昨晚还坐过他的车。找到了，还真掉你车里了。姐先走了，晚上记得过来喝汤，我专门给你炖了牛鞭。车1500真卖不了，我看你也是老同学，给你个实在价，1800刀。你要就要，不要就拉倒。这破车我宁可拉去废茶厂报废，也不差这几百刀。对付这种跳梁小丑，降维打击永远是最爽的。这30多岁的女人一旦死心塌地地跟了你，那可是真把你当头牛在养了，恨不得把你身上每一两肉都榨出价值来。基因强化过的身体加上十全大补汤，效果不是盖的。要不要去跑个10公里，消耗一下过剩的精力？帅哥，今天发工资了，出来，老子请你搓一顿好的，报答你这段时间经常来给我冲业绩。这不，败火的节目来了，想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这运气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行啊，吃什么？我胃口可不小。随便你挑，老子今天大出歇了，就去唐人街那家老鼠人老火锅，10点钟我下班，不见不散。老板儿，先来2打冰镇啤酒，要冰透的哈。今天这顿说好了我请哈，你不准跟我抢，不然老子跟你翻脸。行，听你的，今天就吃大户了。那领口里面若隐若现的深邃风景，简直比锅底里的红油还要让人上火。你看个锤子哦，没看出来啊，李老板，平时看着人模狗样的，眼睛也这么不老实。怎么，长得好看还不让人看了？再说了，又没少块肉。你龟儿嘴还挺贫，来，今天老子非得把你喝趴下不。走，老子还能喝，再去整点烧烤。行了，别整了，再整你明天就不用去摇奶茶了。这谁顶得住啊？这是你家？你个老色批，趁我喝多了把我带回来，是不是想干坏事？你说呢？你以为老子怕你哦？老子在蜀都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穿开裆裤呢。这小辣椒真是典型的外强中干。你干嘛 ？Later。醒啦。昨天晚上真的好巴适呢。好香啊！那是，老子不，我可是正儿八经学过的。去，赶紧去洗漱，面马上就好了。看不出来啊，你还有这一手。那是，也不看老子是谁。这泼辣的小野猫，以后这奶茶算是可以随便白嫖了。不用送，走2步就到了。这大热天的，你就在店里吹你的空调嘛。怎么，怕被你们老板看见扣你工资啊？你爬开！你个老色批，没个正经。哇，
你看那个烧鸭，油亮油亮的，肯定超级好吃。跟昨晚在床上那个只会哭着求饶的小花猫，简直判若两人。行了，就送到这儿吧，等会儿被同事看见又要八卦老子了。过河拆桥啊！锤子，老子晚上还要来找你算账呢。等老子下班。这川妹子，谈起恋爱来也是辣味十足。洛杉矶中这种流浪汉太多了，平时根本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谢谢老板，谢谢好心人。这不是之前跑来店里拿个华强北几百块包邮的山寨苹果手机，非要当成最新款来骗钱的那个走线大姨子吗？当时被我拆穿赶走，嘴里还骂骂咧咧说我没格局，活该发不了财。怎么现在混成这副德行了？哎，我说，你不是那个之前说有靠谱渠道拿数码产品的老乡吗？老乡，怎么在这儿待着呀？之前说的那个渠道还在做吗？哎，别提了，那天从你那儿出来，钱快花光了。我看别人跑外卖挺赚钱，就买了一辆5手破车跑外卖。谁知道这边的车真他娘的不经用，第一天送外卖路不熟，在一个路口没刹住，把前面一辆车的屁股给追尾了。我一个走线过来的，没身份没驾照更没保险，那车主一下来就要报警，我哪儿赔得起啊？最后没办法，车直接被交警扣了，那可是我全部的身家呀！没身份没驾照还在美利坚开车，出了事没被直接遣返就不错了。那就算车没了，你手脚还在，在唐人街刷个盘子也不至于要饭吧？这就是最坑人的地方，你看这儿。撞车的时候胳膊在这磕破了点皮，流了点血，我脑子进水了。听人说这边医院急诊服务好，就跑去挂了个急诊，想让人给包扎一下。结果呢？我就在急诊室坐了半个多小时，有个医生过来看了看我的手，问了2句话，就说没事，连个创可贴都没给我贴，就让我回去了。结果1个星期后，医院的账单寄到我租的地下室，5000刀，老乡，整整5000美刀啊！就看了一眼我的手，跟我聊了2句天，居然收我5000刀急诊咨询费，我拿什么还？车都没了，房东生怕连累他，连夜就把我连人带行李全给赶出来了。这他妈的医院简直比海洋还黑啊！这孙子算是切身体会到什么叫资本主义铁拳了。在美利坚没买高安医疗保险赶去挂急诊，简直就是在给医院送钱，叫个救护车都能让你倾家荡产。这走线早还真把这当成遍地是黄金，干啥都免费的天堂了。这不挺好的吗？至少你感受到了自由的医疗体系。那个老乡，老板，你能再给1美钱不？怎么，嫌少？1美钱不够买个甜甜圈的。老板，你还真别说，这美利坚看病虽然能要人命，但这儿的甜甜圈是真他娘的好吃，比老家的面窝窝甜多了。那糖霜绝了！突然觉得这世界真他妈的魔幻。吃你的甜甜圈去吧。哎，谢谢老板，谢谢老乡。看啥呢？是不是想顺点什么东西？嘿，兄弟！我刚才看店里没人，还以为你小子发财了，连店都不开了呢。出去逛了会儿，都在这儿了，兄弟。你这进货量见长啊！别提了，兄弟，现在这日子没法过了。加州这破地方，什么都在涨价。那该死的房东昨天又跟我说要涨房租，我不努力点进货，下个月就得带着我那几个兄弟去睡大街了。行了，别在我这哭穷。现在看这些包，对我来说，就跟看自己手心里的纹路一样清楚。这个不要，拿走。怎么了，兄弟？这可是我昨天刚进的货，全新的。全新的高仿。这包的五金光泽太亮了，一眼假。内衬的布料摸着发滑，正品是粗糙的帆布感。德里克，你这进货的眼光还得练练啊。哼，行吧，假的就不要了。剩下那5个你能给多少？都是来路不明的货，一个给你算400刀乐，5个2000刀。哦，
哟，兄弟，你这刀子宰的也太深了，2000刀，这可是5个名牌包，你这是在抢劫！2000刀，现金结账，没有任何后置证。要是嫌少，你可以拿着这堆包去找那些有发票的当铺试试，看他们敢不敢收。行，算你狠，2000就2000。你这吸血鬼，早晚有一天我会换个下家。触发暴击奖励，触发暴击奖励获得1000美刀，触发爆百奖励获得500美刀。5件物品，5次普通暴击，算上付给德里克的2000刀，这波等于是白得5个名牌包，还倒赚了1000多套现金。行了，别抱怨了，下次有好东西再来。今天赚的不少，出去吹吹晚风。那是几天前来店里当首饰的神秘女人，斯凯勒。妈的，谁呀？找死是不是？嘿，伙计们，你们想对我的客户做点什么？妈的，哪儿来的亚洲小子，想学人当英雄？小子，我劝你别多管闲事，不然今天晚上你可能就得躺着回去了。我再说一遍，把手松开，然后滚蛋。顺便提醒你们一句，从我下车开始，我这手机就一直开着录像，而且我已经按了快捷报警，警察最多15分钟就到。你们是想现在体面的自己走，还是等会儿被警察带走？自己选。法策，你他妈吓唬谁呢？赶紧把手机给老子收起来，不然老子今天连你一块收拾。看来你们是选第2条路了。兄弟们，干他！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行，这里不安全，自己打个车早点回去吧。这个男人，跟我见过的所有男人都太不一样了。你鬼儿终于回来了！老子下班过来一看，门关着，人还不在，还以为你跑出去鬼混了呢。出去兜了兜风，怎么着？大晚上下了班不回宿舍休息，跑我这小破店来查岗啊？查你个大头鬼哦！老子不是说过了吗？等老子下班。说，刚才到底是兜风去了，还是泡哪个养马去了？我要是去泡养马了，现在还能坐这儿喝你的柠檬水？哎呀，乱摸啥子？这店门还开着呢，万一有人进来。这么晚了，哪有正经人还会来店里？除了你这个企图对老板图谋不轨的女流氓。呸！你才是流氓！行了行了，不跟你扯了，老子真得回去睡觉了，明天早班要累死个人哦。走了哈。这小妮子倒是越来越招人疼了。就是这种充满罪恶的剥削场所。家人们，看到没有？这种典当害就是资本主义毒瘤的帮凶。他们低价盘剥穷人最后的东西，然后用高昂的价格转卖出去，不仅在物化女性的消费欲，更是变相鼓励浪费资源，严重破坏我们的地球生态。你怎么能这样？你在这个充满剥削的温床里，良心不会受到粉责吗？你知道那些被你倒卖的首饰和包包，在生产过程中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吗？你吼完了吗？你这种傲慢的态度，正是资本的傲慢。第一，我这里是二手买卖的营业场所，你用不要的东西换成钱去吃去喝，我把这东西卖给另一个需要它的人，让他不用被当成垃圾扔掉或者回炉采造。如果说一件东西从新用到旧，再在不同人手里循环使用几十次，这都不算环保，那你告诉我什么叫环保？难道非得把东西全扔海里，再去买新的才叫环保？第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手里拿的
是上个星期才发布的最新款手机吧？据我所知，这台手机的生产碳排放量不低，而且里面的芯片还可能用到了一些血汗工厂的稀有金属。你一个口口声声抵制消费主义、要拯救地球的人，买最新款手机的时候，手起没起过抖？而且，那件衣服虽然你是用废旧布料拼的，但上面涂的那些红色漆料是严重的高污染化学产品，很难降解。二手买卖不是最环保的吗？我手机是我自己。如果没东西，档门在后面，麻烦出去的时候顺手带上，冷气别跑了。跟这种脑子里只有口号没长半两肉的奇葩计较，都是在浪费时间。学长，你换车啦？这车好漂亮。这2天刚提的。讨厌，外面还有人看着呢。看就看呗，我亲自己的女人，谁管得着？学长别闹。我没闹啊，电影挺好看的。走吧，带你去吃顿好的。你个坏蛋！吃饱了？饱了。老板，收表不？收啊，成色还行，打算当多少？给我5000，不，4500刀力就行。我今天必须得把本捞回来。翻本？去维加斯了，还是买什么地下盘口了？巴克，别提了，世界杯啊！老子昨天晚上买了西班牙赢，买了2万刀乐呀。结果呢？那群该死的软脚马！那群拿着1000万年薪在球场上散步的废物老头，他们居然跟一个连名字我都叫不出来的什么三流佛的球队踢了个0-0啊！我那可是准备付上半年房租和信用卡占的钱啊！所以你现在打算拿这表换了钱，再去买一场？废话，今晚还有一场比赛，我只要全压进去，还能大赚一笔。要是这把再输了，老子明天就去市中心的美丽岩银行大厦，找个没有玻璃的窗户，直接自由落地，用老子的手肘去狠狠地撞击地面，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绝望。行，为了成全你这艺术般的自由落体，这表我收了。这块海马成色确实不错，但你这没有原装盒子和保卡，算是个裸表。4500肯定不行，我最多只能给你3000刀乐。3000？老板，这可是我花了8000多买的，你这也太黑了吧！3000刀力，爱当不当。你要是觉得低，可以直接拿着它去对面的大厦排队等高空坠落了。反正你迟早要走，不如留着表当个陪葬。行，3000就3000。妈的，你这吸血鬼！3000，拿好。这3000刀力，估摸着活不过今晚12点了。触发暴击奖励，获得1500美刀。这块欧米哥海马，我只花了3000刀乐的成本，系统又给了1500的返利，里外里算下来，我等于是花了1500块，收了一块能在二手市场卖个5000刀的名表。这买卖简直不要太划算。至于那个倒霉的西班牙球迷，是去别墅靠南海，还是去银行大厦自由落路，那就不是我这个典当行老板该操心的事情了。趁热吃，我特意给你做的。还是你手艺好。你好，我是来一睹那块 Ref 96风采的。
艾萨克先生，这边请坐。失礼了。这包浆是自然的，至少有70、80年了。这打磨、这倒角、这工艺，只有那个时代的百达翡丽才能做出如此完美的艺术品。年轻人，你这块表品相确实不错，不过嘛，也不是没有缺点。你看，这表壳的侧面有2道非常响微的划痕，虽然不影响整体，但对收藏品来说终究是个瑕疵。而且我刚才听了一下走时，日差大概在30秒左右。对于一块百达翡丽来说，这个误差有点大了，需要重新洗油保养，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最关键的是，你这块表没有原装的表盒和证书，是个裸表。综合这些因素，我最多只能出到$7500。老先生，您说的都对，不过您好像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哦 ，Ref 96虽是当年经典款，但配备这种特殊珐琅彩绘表盘的产量极少，堪称限量中的限量。这种东西市场上是有价无市，错过这一块，下一块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9500，少一分不卖。您要是觉得贵，那我就继续挂着，反正我也不急着用钱，总能等到一个愿意为它的稀有性买单的收藏家。好吧，好吧，你赢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个比一个精明。各退一步，9000卯勒，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就当是交个朋友，怎么样？成交。9000，你点点。年轻人，我叫艾萨克，在比佛利山沼那边有个小小的钟表工作室，以后要是有这种好货，可以直接联系我，价格好商量。一定。500块捡来的漏，转手卖了9000，净赚8500。这买卖做得舒坦。李在吗？上次的事真的谢谢你，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感谢你，不知道你今晚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喝一杯。其实早在救完他那晚回到店里，我就有点好奇，随手在网上搜了一下斯凯勒这个名字，不搜不知道，一搜还真给他搜出点东西来。这姑娘当年可是红极一时的迪士尼甜心，主演过好几部火遍全美的青春剧，是无数美丽干青少年的梦中情人。只不过这几年转型失败，又得罪了人被雪藏，才一路糊到了现在，沦落到要变卖首饰度日的地步。不过知道归知道，我也没打算把这事儿捅破。人家既然想低调，我一个开当铺的也乐得装不认识，省得平添麻烦。这落魄大明星在被救了一次之后，总算是主动找上门来了。李，我还以为你会迟到呢。美女相约，哪敢迟到？你今天这身可跟上次不太一样。上次是去卖东西，今天是来感谢救命恩人的，当然得穿得正式一点。你换相机了？哪儿买的？当然是转转呀。李，上次真的谢谢你，我都不敢想，要是你没出现，我会怎么样？走吧，举手之劳而已。进去说。这一杯我敬你，为了感谢你帮了我2次。李，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挺可笑的？什么样子？一个过气明星，一个被公司抛弃、被男朋友背叛，连下个月房租都快交不起的失败者。你那个前男友也是个演员？一个小有名气的2线演员，我们是拍一部青春剧的时候认识的。我为了他拒掉了公司给我安排的所有房局和潜规则，一心一意想跟他好好发展。结果呢？结果他转头就跟一个能给他带来顶级资源的制片人女儿搞到了一起。被我抓到的时候，他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还反过来说我太天真，不懂好莱坞的生存法则。他劈腿之后还在社交媒体上跟那个新欢疯狂秀恩爱，全世界都知道我被戴了顶绿帽子，只有我自己还像个傻子一样。你这样子还挺特别的，用我新买的相机记录一下。新相机不错呀，贵吗？不贵，转转买的。好多电子产品现在二手跌成抄底价，我都买好几台了。你看，原价3000多的大疆 Pocket 3，只花了1600。苹果 iPad 9只要800多，联想小星 Air 14也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哇，这也太便宜了。是啊，现在新品都在涨价，买二手性价比就更高了。反正听我的，买相机、电脑、平板，我推荐转转。你就为了这么个只会靠女人上位的软饭男，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
我说你眼光不行，那种连自己事业都得靠出卖的男人，说白了就是个高级鸭子，你也看得上？斯凯勒，你当年的眼光也就这样了。是啊，他说的没错，我当初怎么就眼瞎，看上了那么一个金玉其外败诉其中的人渣？那种男人，你甩了他应该是开香槟庆祝才对，难不成你还指望他回心转意吗？谢谢你，李，你是第一个没有把我当成一个需要被同情的地碎品，而是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对话的，敬你。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在片场啊。这算什么？我店里遇到的奇葩比这精彩多了。我送你回去吧。今晚别走了，好吗？我不想一个人待着。Later， 好久没睡得这么安稳过了。早。早，你昨晚是不是觉得我啊？现在还觉得我嫌弃你吗？讨厌。饿了没？我去做点吃的。你会做饭？只会做最简单的，不过煎个蛋、烤个培根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这样的清晨倒是许久没有过了。李，我以后要是想你了，可以到店里找你吗？当然可以，我的大门随时为你开着。那，所以以后你是属于我的，对吧？这妞是在宣示主权呢。是，你的都是你的。行了，快去联系你的经纪人，把那个角色给我拿下来，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嘿，李，你小子总算回来了。你今天搞什么飞机啊？我早上路过你这门口好几趟，看你这卷帘门一直黑着，还以为你小子是不是昨晚喝多了起不来，或者是病倒了呢，害我专门跑过来看看。哦，昨晚有点私事，在外面过的夜。私事，在外面过的夜？哟，李，可以啊你是不是泡了哪个命啊？快说说，长得漂不漂亮，身材怎么样？去，跟你没关系。嘿，小气。说起泡妞，李，你是没见过我当年的风采。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在这几条街区也是号人物，1.8米的大个子，肌肉块块分明，街区里的姑娘们看见我，眼睛都直了。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水龙头还没关，我先走了，阿里，改天再来找你吹水。你这朋友倒是挺有意思，今天怎么开门这么晚？我早上过来看了一趟，门还关着呢。昨晚有个朋友找我喝酒，喝多了，在外面睡的。行了，快喝汤吧，看你这都有黑眼圈了，肯定是昨晚没休息好。不过这种被人惦记着的感觉，确实不赖。李，我接到通知了，之前跟你说的那个角色，导演让我明天去参加最后一轮试镜。毕竟，这对他来说，可能是翻身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那不是挺好的吗？紧张什么？拿出你床上的那股子破釜沉舟的劲儿，一个试镜而已，怕个锤子。我知道了，谢谢你，李。等我试镜结束，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第一时间通知你。老板，你看人家这么喜欢，就便宜点卖给我嘛。或者你想要什么别的补偿，人家也可以给你的哦。还学人家小姑娘抛媚眼，不眨折，不议价，要买就付钱，不买就出门，别耽误我做生意。长成这样也想来换折扣，真当他这典当号是废品回收站了。小李，吃饭了。你这孩子中午又不准时过来吃饭，别仗着自己年轻就瞎折腾，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得按时吃饭。这不是等着苏姐你的爱心午餐吗？
小李，你这店里也太乱了，跟个狗窝似的。你看你这都落灰了也没人擦，真是的，没个女人在身边打理就是不行。这哪里是在打扫卫生，这分明就是在索命。苏姐，我来吧，这种粗活哪能让你干？去，你一个大男人毛手毛脚的，哪有我干活细致？小心点。我自己来就行。别动，你这样容易摔。好了，苏姐，还擦吗？不擦了。我店里还有事儿，先走了。你这个小坏蛋，就知道欺负我。这女人真是越来越有味道了。嘿，帅气的李老板，你这个吃到嘴就抛弃的坏男孩，这都过去多久了，也不说来找我上课，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这不是忙吗？怎么，泰勒教练有何指教？指教谈不上，就是想通知你一下，这个周末我在我的海边别墅搞了个万圣节主题派对，都是些身材超棒的朋友，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过来体验一点比瑜伽更刺激的项目？行头到位，出发！万圣节的派对，我来了。我的病人，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放我鸽子了呢。快进来，派对刚到高潮，今天我这儿的好姐妹可都来了，保证让你不虚此行。怎么样，我这派对还行吧？还行，就是有点吵。这就对了，万圣节派对不吵怎么嗨得起来？哟，泰勒。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体力超棒的神秘帅哥，看起来确实挺不错的。布兰妮，别动手动脚的，这是我的客人。什么你的我的，好东西当然要姐妹一起分享嘛。帅哥，我叫布兰妮，也是瑜伽教练。你要是觉得泰勒的课太简单了，随时可以来体验一下我的，我保证比他刺激多了。配眼皮的位置。那是谁？哦，他，娜塔莎，一个从毛狼国来的超模，最近在洛杉矶这边挺火的。今天是被一个品牌方硬拉过来的，拽得跟个258万似的，谁都不理。你看，那个穿着阿玛尼西装的傻瓜叫凯尔，家里是搞房地产的，今天为了泡他，特意花2000刀开了瓶黑桃 A 香槟。结果呢，人家娜塔莎连正眼都没看他一眼，那瓶酒现在还在那儿放着呢，成了全场笑话。强扭的瓜不甜，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就在我寻思着是不是该找个借口开溜，把这只主动送上门的猫女给带回去办了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和我搭讪过了，只有你连一眼都没看，为什么？看了又怎么样？能当饭吃吗？有意思，这个男人跟外面那些只会围着我摇尾巴的舔狗还真他妈的不一样。饭虽然不能当，但酒可以，陪我喝一杯。行。你好像很不喜欢这种派对。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有意思？是啊，你看他，像不像动物世界里正在开屏求偶，
结果被雌性一脚踹开的孔雀。你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那你看我呢，像什么？你不是动物，你是猎人，在观察着这群正在表演的孔雀，挑选下一个能让你看得上眼的猎物。抱歉了，大美女，我这位尊贵的客人还有更私密的收藏品需要鉴赏一下，恐怕不能再陪你喝酒了。走吧，我亲爱的病人，你的身体好像有点状况。作为你的私人护士，我有义务带你去我的房间，给你做一个全方位的深度检查。说，你这个坏家伙，刚才跟那个毛熊国的大洋鸭聊得挺开心啊，是不是看人家长得高，腿比我长就心动啦？怎么吃醋了？我才没有，我就是觉得你这个病人不老实，明明说好是来参加我的派对，结果眼睛老是往别的女人身上瞟，必须得好好惩罚一下。你说我是该给你打一针退烧针呢，还是该给你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我觉得我的病情比较严重，需要更深入的治疗。是吗？那我就怕你这小身板会受不了我的独家疗法。你可以试试。这么早就走啊？再睡会儿吗？店还得开门呢。我说，你们两个昨晚是不是也太吵了点儿？有吗？我怎么不觉得？那昨晚加上今天，都是他占了大便宜，是不是也该轮到我了？今天恐怕不行。为什么不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还是觉得我比泰勒差？你看这个点，我可得回去做生意了。再说了，这大早上的街上人来人往，多没情调。改天吧，等我有空了，专门找个时间，好好给你补上这堂课。那这可是你说的，改天你再放我鸽子，我就天天来你店里堵你。李，你要走了吗？下次再来玩啊！记住了，你还欠我一次，我随时会找你讨债的。行了，都回去吧。还是自己的狗窝待着舒坦啊。小李，吃饭了。今天这么丰盛啊？我怕某人在外面辛苦坏了，今天特意加了点料补补。昨天晚上去哪儿野了？没去哪儿啊，这不是有个朋友开万圣节派对，去凑了个热闹。是吗？你这朋友的派对挺狂野啊，还带咬人的。哦，这个啊，昨天派对上玩疯了，有个哥们儿喝高了，非要装什么吸血鬼到处咬人，我这也算工伤了。吸血鬼？男的？男的。行了行了，吃你的饭吧，早晚有一天你这小身板得被那些外面的野妖精给吸干了。多吃点儿，补补你的肾。对付这种吃飞醋的女人，只要你脸皮够厚，不承认不推脱，她自己气一会儿也就好了。毕竟她也清楚，她管不住我。这碗软饭，我算是吃得明明白白的。李桑，你上次不是说之前看的那批高级珠宝等地期一到就马上整理好给我送过来吗？珍惜可是等了好多天都没见人呢。李桑是不是贵人多忘事，把这笔买卖给忘了呀？在的，随时总候李桑大驾。这端庄的樱花国老板娘这么主动催货，怕是等的不仅是那批大买卖，更是等我这个人吧。这些玩意儿在我这破胆当户里就是一堆死当的呆账，但只要拉到珍惜那边一转手，那就是白花花的美刀。李桑，等急了吧？你要的货都在这儿了。哪里？
能等到李桑的好货是珍惜的荣幸。天哪，李桑，你这是打劫了哪个比弗利山庄的阔太太吗？怎么又多了那么多顶级硬通货啊？别管哪来的，你就说能不能吃下吧。当然没问题。初步估算了一下，这批货的总体二手市场估值大概在15万美刀左右。不用确认了，你办事我放心。瓜子二手车，个人卖个人，车主多卖钱，买家少花钱。自等会儿再签也不迟。你这人真是没个正经。看人真准。怎么，刚才对账对的不满意？不理你了。账目的事就按刚才说的定。那批货我先入库，大概1周内能走完一半。到时候我把属于李桑的那部分钱直接打到你账上。行，你办事我放心。老板，终于开门了。当东西。对，老板，你看看这些老币能给个什么价？祖传的？嗨，什么祖传的？就是年轻时候喜欢瞎倒腾，攒了这么些年，现在老了，身体不中用了，需要点钱买药，留着这些铁疙瘩也没用。大爷，这些银元呢，虽然有点年头，但在收藏市场上，品相决定价格。你这些品相一般只能按普通的银料或者大陆货来收。这一盒大概有30多枚，我整体给你1200刀勒，怎么样？行吧，1200就1200。谢谢啊，老板。触发暴击特殊奖励，获得7万美刀。7万？老板是自己人吧？是，买东西还是当东西？当一件，不应该说是给一件国宝，找个有缘人。小兄弟，你可得长好眼了。这件天青釉贤文尊可是传说中雨过天晴云破汝窑啊，是皇家重器。我太爷爷当年为了保住这件国宝，那可是散尽了家财，好不容易才从那些洋鬼子手里给买了回来，传到我这代已经是第4代了。实不相瞒，小兄弟，要不是我那在家老母亲突发重病，急需一笔钱做手术，我就是饿死也绝不会把这老祖宗的东西拿出来变卖呀。那些洋人的拍卖行那都是吸血鬼，这国宝要是落到他们手里，那我们龙国人还有脸列祖列宗吗？我是看你这店老板也是咱们同胞，这肉烂在锅里，咱们老祖宗的东西还是得咱们自己人收着，这就是情怀，就是大义啊，小兄弟。我这也不求你按拍卖行的大几千万给，你给我10万刀利的救命钱，这件国宝我就托付给你了，也算你为咱们晚球流失文物做了一份贡献。10万刀利，这孙子还真是敢狮子大开口啊！大叔，我只说3句话。第一，您这传世国宝颜色亮的都刺眼了，这叫贼光，是用现代化学釉料调出来的死色。真正的汝窑釉面是温润如玉的半亚光状态。第二，您看看这瓶身上的开片冰裂纹，里面的缝隙干干净净，人工做旧，连点老泥都不舍跟往里填吗？下次骗人专业点，好歹埋在土里发酵几天。你胡说八道，你懂个屁！第三，是我不懂，但我至少有点常识。但凡玩过2天瓷器的都知道，汝窑作为北宋5大名窑之首，传世的器物极少，而且底部是绝对没有款迹的。大叔，您不仅给画他华天族的刻了个大宋徽宗御制的底框，您刻的这个制字为什么还是个现代才有的简体字呢？大叔，宋徽宗当年还推行简体字改革呢。我造假的时候光顾着照葫芦画婆，想显得高大上一点，怎么就没注意到这写底号的师傅是个文盲呢？那什么，我突然想起来，我老母亲的病好像好点了，这国宝我不卖了，再见。拿爱国情怀来搞诈骗，这帮人真是把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我过了，我真的过了。那个角色，那个导演原本属于别人的角色，他刚
刚才亲自打电话给我经纪人，说我的试镜表现是最好的，那种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的眼神太绝了。他说那个角色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李，我拿到了，我要复出了。那确实得恭喜你，这下算是重回好莱坞中心了。哪有那么容易？不过这绝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始。李，真的谢谢你，要不是你那天在酒吧把我骂醒，我可能连去试镜的勇气都没有，更别说现在的状态了。行了，别给我发好人卡。既然拿到了这么好的角色，打算怎么谢我？就口头说说。当然不是，我本来想今晚请你吃顿大餐的，但是我马上就要进组了。这么急？剧组那边赶进度，而且这部戏的保密级别很高，要在外州的一个影视基地全封闭拍摄3个月。我下午的高铁，经纪人已经在楼下催我了。那还真是有点遗憾啊，本来还想今晚再好好指点一下你的演技呢。唉，漫漫长夜，孤枕难眠啊。李，你别这样，我也舍不得你，你再等等我好不好？等我杀青回来，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你想怎么样都行。这可是你说的，我记下了。这不，白活的来了。要得，你在美食街的十字路口等我。我换了衣服就过来找你，今天非要宰你一顿烤肉不可。你个龟儿，几天没见，是不是又去哪里鬼混了？哪能啊，这不是一直在店里勤勤恳恳的为你攒宵夜钱吗？切，信你才怪。说真的，今天店里人太多了，有得嗨到慌了，摇奶茶摇得我手都酸了。是吗？我看看。哎，你捏捏那个虎口哪里？对，就是那里，酸得很。走吧，送老子回宿舍去。啊，放我下来！你干啥子？放我下来！不是说送你回宿舍吗？我抱你回去，顺便回去再帮你做个全身按摩，去乏。你个老色批！你个龟儿！到底是不是属马的？老子这腰现在都直不起来了，等会儿还咋上班嘛？这不能怪我，谁让你昨晚喝那么多，还非要我帮你按摩去烦的？呸！按摩！都怪你！今天要是迟到，老子回来再跟你算账。李牧，你这生意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忙啊。还行吧，勉强糊口。3天了，你这个骗子！那天早上说好了改天补上，结果这3天你连一条消息都没给我发过。你知道我这3天是怎么过的吗？每次去健身房上课，泰勒那个逼客都在我面前炫耀你有多厉害。我这3天满脑子都是那天早上你从他房间里出来的样子。钓鱼收线不能太急，但也不能真把鱼饿死。现在火候刚刚好。所以，我今天是来讨债的。现在关门，你这破店别开了，立刻把你欠的债给我补上。还愣着干什么？关门啊！还是你想在这里当着大街上的人让我给你讨债？急什么？
那就你过来试试它到底容不容易破。改天吧，这2天店里走不开。哦。老李头，你看对面这阵势，是要开个大饭馆啊？看着像，这桌椅板凳都拉来了，这老板胆子可够大的，估计这几天就要开业了。不过这年头在唐人街开大饭馆，这老板胆子可够大的，也不怕赔个底朝天。这铺子的租金可不易，半个月装修，再加这批设备，前期投入绝对不是小数目。这种环境下还敢砸这么多钱开店，背后的老板要么是家里有矿的富二代来体验生活，要么就是个有绝对自信的狠角色。有意思，来的怕是条过江龙。不过一个当铺，一个餐馆，8竿子打不着，谁也碍不着谁。苏姐，生意不错啊。午市人多，你来也巧。小李，你刚才在店里对面那动静你也看到了吧？看到了，搬了一上午的设备，看着阵势挺大。怎么，怕人家抢你生意啊？我这小本买卖做的都是街坊熟客，有什么好抢的？我就是觉得对面那家店搞得神神秘秘的，连个招牌都不挂，不知道底细，这心里总觉得不太踏实。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你一个弱女子瞎操什么心？再说了，就算真做不下去，这不是还有我养你吗？就你嘴甜。等着，姐去给你弄2个硬菜。这阵仗，对面那家神秘新店终于要揭开面纱了。玲珑阁开张大吉！打扰啦，老板在吗？买东西还是当东西？哎呦，既不买也不当。我是斜对面新开的玲珑阁老板娘，叫蒋林。今天小店开张，特意来给街坊四邻送点我们师傅手做的广式点心。大家以后就是一条街上做生意邻居了，全当认个门，交个朋友。初来乍到，先把整条街拜访一遍，礼数周全，以后出了事谁都得给他几分面子。那就多谢蒋老板了，祝你生意兴隆。说实话，我盘下那间铺子，在里面盯装修这半个月，光听周围街坊聊八卦了，他们可没少提这间当铺的老板。年纪轻轻的龙国人，不仅生意做得精，还特别能打。前阵子来了个拿枪的劫匪，都被你空手给撂趴下了。街坊闲着没事瞎传的，就是运气好，碰上个新手而已。我这就是个做小买卖的正经人，哪会什么打架？是吗？靓仔这么谦虚可不好。我一个女人在这个餐饮生意，3教9流什么人都有。以后咱们2家门对门，靓仔你这身手这么好，可得多照应照顾我这小店啊。好说好说。那就这么说定喽。等养过来饮茶，我请客。精明泼辣，侵略性强，还带着不见兔子不撒蝇的野心。这唐人街以后怕是有热闹看了。哟，苏姐这是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还能有谁？小李，你看到对面新开的那家茶餐厅了吧？那个老板娘刚才也去我店里送这个破点心了。我跟你说，那女人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那走路扭的，那眼睛放电放的，恨不得把店里吃饭的男个人全勾过去。人家那是会做生意，八面玲珑嘛。再说你们卖的东西又不一样，你的老顾客都是冲着你这手艺来的，他抢不走。你懂什么啊？他刚才去我店里，眼睛就没闲着，四处乱看。我看他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行了，瞎操什么心？一个卖点心的而已，翻不起什么大浪。这唐人街，谁不认你苏老板的面子？就你嘴甜。
是你。这么巧，大晚上的，一个人跑这儿来吹冷风。刚参加完晚会，出来透透气。那些应酬太无聊了，里面的人看着就像一群戴着面具的小丑。待久了，我觉得自己都快不会呼吸了。这不就是你们这行的常态吗？端着酒杯到处赔笑脸，为了抢个牌面或者上个封面，什么话都得听着。实话实说而已。说白了，大家都一样，为了在这个名利场里混口饭吃，谁比谁高贵啊？你说的对，我觉得自己不像个人，更像是摆在橱窗里的高级商品。那些品牌方还有那些围着我转的男人，他们看的不是一个人。那些品牌方，他们看的是能用来炫耀的战利品，或者能帮他们卖出更多衣服的漂亮衣架。他们只关心我今天穿了什么牌子，妆容精不精致。那不然呢？他们花那么多钱请你去，不看你的脸和身材，难道看你解违心犯的能力吗？还是看你能不能徒手劈砖？你这人真讨厌。唉，不过谢谢你。谢我什么？谢我骂你。谢你把我当个正常人看。时间不早了，海风吹多了容易头疼。走吧，我车停在那边，顺路送你回去。好。唐人街真的有你说的那种早茶吗？一顿饭能从早上吃到中午？只要你不怕胖，做到下午也没人赶你。那你的典当行呢？都收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假苹果手机、破烤箱，还有刻着简体字的北宋汝窑。简体字的北宋汝窑？对，宋徽宗亲自推动文字改革的珍贵证据。这帮蠢货，迟早得把自己玩死。半夜飙车，把命玩没了，也算求仁得仁。喂，没事吧？如果不是他，现在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的人，就得加上我。如果不是你，我刚才就已经……行了，都过去了。走吧，我们不是当事人，没必要留下来做笔录，填一晚上表格。走吧，我送你回去。去哪儿？市中心，先驱者大厦。到了。李，上去，我
今晚不想一个人待着，好吗？所以呢？我需要点烈的东西压一惊。行。只喝纯的可以吗？随意。为了我的新生命，也为了你。感觉好点了吗？好多了。李，我很好奇。好奇什么？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开着一家看起来快要倒闭的典当行，却开着一辆崭新的宝马 M4。你看起来像个普通的亚裔学生，却能在派对上对所有美女视若无睹，又能在生死关头爆发出那种匪夷所思的力量。刚才你抱着我跳开的时候，我甚至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飞起来了。可能是你吓出幻觉了，那叫肾上腺素。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都会爆发出超乎寻常的力量。是吗？不管那是什么，今晚你是我的英雄。这港岛来的狐狸，倒是有点做生意的本事。嘿，靓仔，昨晚去哪里威风快活啦？搞到日上三竿才舍得回来开门啊？做点小生意，晚上应酬多。应酬？又是开跑车，又是夜不归宿，李老板这生意做的可真是有声有色啊！不像蒋老板，生意火成这样，还有空跑出来跟我这个闲人聊天。行，那我就不打扰李老板做生意了。得闲过来店里饮茶，我请客。生意做得精，撩人也是一把好手。嘿，兄弟，今天这么早就来上货。德里克，你最近是落魄了，不捣鼓高科技数码产品，改行倒腾鞋了。fuck， 兄弟你可别提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孙子在背后搞我。我现在在罗迪欧大道算是彻底出名了，这不是好事吗？好个屁！我只要一靠近数码店，店员看见我就跟见了鬼一样，然后当着我的面把门锁上。前2天我想再去上一次经济课，刚到门口，保安就拿着我的照片把我拦住了，问我是不是又想进去搞零元沟。兄弟，我他妈都上黑名单了，整个罗迪奥大道的数码圈都把我拉黑了，别说搞新款，我连进去摸一下展示机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你就被迫转型，改搞运动鞋了？那不然能怎么办？总得恰饭嘛。别吹业务了，把货拿出来。成色不行，我可不收。放心，绝对全新。你这批货里怎么还掺假呀？啊，假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德里克，正品大底踩下去有回弹。啊，你这双软的跟踩烂泥一样。鞋标的字符糊成一坨，再闻闻，一股廉价再生橡胶味。fuck， 这帮黑了心的资本家，兄弟你敢信吗？这鞋是我大摇大摆走进品牌专卖店拿出来的，正规货架上摆的居然他妈是假货！我德里克好歹也是个讲究人，我拿货那都是奔着货真价实的正品去的。他们用假货以次充好坑消费者，这世道还有没有王法了？行了，别跟我上升到商业道德。2双假的你拿走，剩下4双真的成色还行，1200刀乐。行，算我倒霉。触发暴击奖励，获得300美刀；触发暴击奖励，获得500美刀。回头我非去把那家黑店曝光了不可！零元购的贼谴责专卖店没有商业道德，这世界真够魔幻的。
干嘛呀？门都没关呢，让人看到多不好。门口没人。苏姐今天这身衣服可真好看。就你嘴甜。行了，快松开，让我把活干完。你也赶紧把饭吃了。对面今天排了老长的队，生意火爆得很。你那边没受什么影响吧？我这影响倒是不大。我做炒菜正餐，走中午和晚上的饭点。他卖港式茶点、奶茶、肠粉，做的是早点和下午茶。我们俩客源冲突不大。那就好。我这儿没事，但有人可遭了大殃。谁啊？还能有谁？你这店另一头，老周的早餐店呗。老周头那早餐店怎么了？他卖的也是包子、豆浆、肠粉和粥，跟玲珑阁的早点几乎一模一样。对面是新店，又搞开业大促销，奶茶2块9，肠粉3块9，摆明了赔本赚吆喝。今天早上他那店冷静的都快能跑马了，他准备找时间把店租出去，回龙国老家养老。租出去？小李，你该不会是想把老周头那店给盘下来吧？苏姐，早啊。小李，今天怎么起这么早？不多睡会儿，今天这么勤快来吃早饭啦？早饭等会儿再蹭。我今天来是想让苏姐你陪我去办套正事。正事？什么正事啊？还能有什么事儿？就昨天你跟我说的那事儿。我想去找老周头聊聊，把他那店给盘下来。我就晓得嘛，小李肯定不会一辈子守着那间小破店。行啊，这是大好事儿。你等着，姐换身衣服就陪你去。我跟老周叔熟，有我帮腔，他肯定给你个实在价租给你。周叔，哎，是晚清啊！哎，小木也跟着来了啊！周爷爷，你小子可有阵子没来我这儿吃早饭了，跟你爷爷年轻的时候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爷爷当年啊，最爱来我这儿喝豆浆，一坐就是半上午，还总说我的油条炸得比外面香。周爷爷，您这店，我听苏姐说准备盘出去了。是啊，斗不过喽，人家是大老板，有钱有人，我这一把老骨头也折腾不动了，干脆关了门，回龙国老家养老去。那您这店是打算往外租？还是直接卖啊？先租吧，时间太仓促，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怎么，小木你有兴趣？是啊，周叔，小李他那典当行地方太小了，很多东西都堆不下，正想着扩大一下呢。周爷爷，我不租，我想买。买不是租喽？小木这娃啥时候这么阔气了？买？小木，你知不知道我这铺子真要卖的话得多少钱？大概知道，我查过了，这一带的商铺市场价大概在70万到85万美刀之间。周爷爷，您跟我爷爷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我也不跟您绕弯子，您开个实在价，我要是能拿得出来，今天咱们就把这事定下来。行，既然你小子有这个心，周爷爷我也不能不识抬举。我这铺子按市场价是得80万刀，但你既然是老李的孙子，也算是我孙子一样，70万刀乐一口价，不能再少了。可以。不过周爷爷，我手头现金没那么多，一次性拿不出70万。我先给您30万首付，剩下40万我分2到3年还清。利息按银行商业贷款走，我再额外给您加2个点，就当孝敬您老人家的。30万首付，这孩子不是手破当铺的吗？小木，你没跟周爷爷开玩笑吧？当然没有，只要您点头，下午我们就去找律师签合同，30万首付款当场就能到您账上。罢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行，就按你说的办，30万首付，尾款分3年，利息按银行最低的走，多的那2个点儿就当周衙爷送你的开业贺礼。那我就多谢周爷爷了。
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产权情况、付款节点和违约责任，我再为双方复核一遍。李先生，30万美元的付款，您确认现在办理转账吗？确认。李先生，金额是30万美元，对吗？对。转账已完成。30万就这么转出去了？行了，你们忙吧。周爷爷这辈子，我这就回去收拾东西，争取早点把店给你腾出来。周爷爷，您放心回去养老。小李，你得跟姐说句实话，你这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里做展示区，那边做高端客户洽谈，强一打通，至少宽敞1倍。你一个开典当行的，姐是看着你这店过来的，一年到头能赚几个钱，姐心里有数。可你现在又是换豪车，又是一口气拿出30万买店，你老实告诉姐，你是不是在外面跟人干了什么不干净的勾当？姐不求你大富大贵，咱们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苏姐，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一个良民能干什么违法的勾当？你还记得我前阵子参加那个废弃仓库的储物柜拍卖吗？记得啊。我运气好，赌中了一个，里面开出来的东西值老鼻子钱了。后来我又用赚的钱收了几个别人不识货的大漏，经过我的手一倒腾，转手卖出去，利润翻着倍往上涨。我这钱来路正得很，每一分都干净。真的？你可别骗姐。我骗你干嘛？我要是真干了那种事，还能这么大摇大摆开着车带你到处跑？可是小李，你就算再有钱，一下子拿出去30万，后面还欠老周头40万，这么大一笔债压在身上，你压力得多大啊？这里面有3万多，是姐这几年攒下来的。我知道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你先拿着周转。打住打住，苏姐，你这是干什么？我用得着花你的钱？可是，没什么可是的。40万尾款分3年还，我要是再捡几个大漏，1年赚的钱拿来还债都绰绰有余。你的这点棺材本还是自己收好。这样吧，你这卡就当替我保管着，给我存个老婆本。行，那姐就替你先存着。周爷爷，您这动作可真快。那可不，昨晚连夜收拾的。这店从今天起就是你的了。剩下的过户手续，张律师那边会处理妥当。我买了下午的机票，回国养老去喽。那祝您一路顺风，有机会再回来看看。行嘞。这堵墙一打通，另一边做展示区，专门招待出手阔绰的主儿。从今天起，这家店就是我事业扩张的第一步。李先生，您这2间打通的想法没问题，中间这堵不是承重墙，好办。今天先完成现场勘查测绘，再走装修居前的报监手续。详细设计图和效果图出来后，您确认满意，咱们再定施工方案。这边一半做大件物品摆放，留出足够通道；另一半做高端展示区，名表、珠宝、销包都要有独立灯光和锁柜。李先生，最快明天下午给您出版效果图。行，尽快。哟，李老板，大喜的日子啊！我可是听说了，你把隔壁那间店都给盘下来了，真人不露相啊，靓仔，你这生意做的可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小打小闹，让蒋老板见笑了。又是跑车，又是买店，几十万说掏就掏，小打小闹。靓仔，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靓仔，跟姐透个底呗。你到底是走了什么发财门路？姐姐我也有点关系，说不定还能帮衬你一把呢。我当靓仔是个正人君子呢。这发财的门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听的，得是自己人才行。蒋老板，你想不想当我的自己人啊？原来也是个恶狼啊！不过嘛，想让姐当自己人，光说漂亮话可不行。想套我的底，
想用一句自己人就让我交心，靓仔还嫩了点儿。行了，不逗你了，我店里还一堆事儿呢。不过靓仔，你这个人是真有点意思，有空了再来找你玩。这是去参加漫展，还是执行秘密任务？呼，热死我了！你这大热天的裹成个粽子干嘛？你懂什么？这套衣服太惹眼了，走在街上我怕引起交通事故，等到了会场再脱也不迟。这空调怎么突然不顶用了？你这是在考验我的车技，还是在考验我的定力？当然是考验保镖大人的定力。要是在车里就受不了了，等到了漫漫，那么多漂亮的 coser， 你看花了眼，不管我了怎么办？放心，我这人比较专一。今天这双白丝我算是看入迷了，别的那些入不了我的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哼！今天只能看我，不许被其他女人勾走。任务目标锁定艾薇。怎么样，保镖大人，准备好迎接狂风暴雨了吗？我估摸着，今天我这保镖的活儿，怕是不会太轻松。这地方物种还挺丰富。Holy shit！ 那是2B 吗？这还原度简直像从游戏里走出来的。各位，麻烦让一让，麻烦让一下。有个厉害的男人护着，感觉也太爽了。李，我上午得在台上配合他们宣传，你先在台下等我一会儿。行，你去吧。他们负责拍照，你负责看我。万人追捧，却只对我放电，这保镖当得不亏。저 오빠 정말 든든해 보여? 나한테도 저렇게 든든한 사람이 있다면 얼마나 좋을까? 들켰어! 내가 계속 쳐다본 걸 들켰어!再坚持半天，这尊门神晚上就是我一个人的。저기 안녕하세요. Excuse me, 오빠, are you Korean? 不是，我是龙国人。 아, 중국 오빠였구나. 한국 사람이 아니어도 괜찮아. 그래도 정말 멋있어. 저는 김다연이에요. 우리 연락처를 교환해도 될까요? Hey, sweetheart, make way. Fuck! My hand! You're breaking my hand! Let him go! What are you doing, you?滚！ 拍照可以，越线不行。 고마워요, 오빠. 이번에는 꼭 연락처를 받아야 해. 怎么，保镖大人，
看人家小姑娘长得漂亮，连工作都忘了。救人可以，加好友不行。我累了，不想在这待了，你跟我来。다음에는 꼭 물어볼 거야. 救人救得那么帅，还差点让人家加上好友。这醋味隔着眼罩都闻得见。保镖大人，你刚才那一下可真威风啊！不过你是不是忘了你今天到底是谁的保镖？我可没忘。不过在算账之前，得先把这碍事的东西摘了。我才没有吃醋，最多只吃了一点点。说吧，要怎么才能补偿这个吃了醋的保护对象？我要的补偿是艾薇，下午签售15分钟后开始。营业可以继续，刚才那笔账可不能算了。听好了，我的小保镖，下午老实一点，别再对那些不三不四的野女人沾花惹草，尤其是刚才那个小妹妹，不然的话，可是会被二逼大人好好惩罚的哦。本雇主的保镖禁止私自增加保护对象。遵命，我的脆坛子雇主大人。你才是醋坛子。欧巴，你怎么还在这儿？这1个多小时，你就一直站在这里等？ 네, 계속 기다렸어요. 오늘 그냥 가면 평생 후회할 거야. 아까는 끝까지 말하지 못했어요. 저는 김다연이에요. 오빠의 페이스북을 추가해도 될까요? 리무. 성공했어! 드디어 추가했어! 고마워요, 오빠. 꼭 연락할게요. 这一趟漫展买1送1，还真没白来。喂，看什么呢？赶紧过来，签售马上开始了。那些家伙要是敢靠得太近，你就用刚才那种眼神瞪他们。遵命，我的雇主大人。都怪这个坏保镖，害我一下午静不下心。李，下次你还想看我出什么 COS 角色？下次靠什么角色你定，保镖大人只负责验收。那我就准备一套让你忘不掉的。这里按这个弧度修，边缘一定要顺。这堵墙一倒，生意的上限也该往上抬了。Boss， 过来验验货。不错，这门框做的地道。行。小李，这墙一打通，两边连起来，气派劲儿可真不一样了。也不看看是谁天天灰头土脸的替我监工，这军功章里有苏姐你一大半功劳。一砖一瓦都是我钉出来的，这里当然也算我的家。李老板，恭喜恭喜！斜对面这么大动静，我这个邻居怎么也得来沾沾喜气。这靓仔的底比我想的深多了。蒋老板店里不忙吗？还有空跑来凑热闹，这不是替李老板高兴吗？苏老板这么忙前忙后，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店是你开的呢。这里哪根线怎么走，我都清清楚楚。帮着打理当然应该。这店有我一半心血，有心血不代表已经赢了哦。
6000美元，完整来源记录，店内提供售后鉴定。从今天开始，这里不只是一间典当行。Holy shit！ 我就几天没来，这破店直接进化了。李，你抢美联储了？这才几天没见，你这破地方怎么变成比弗利山庄的会所了？你哪来这么多？瞎嚷嚷什么？前阵子运气好，倒腾了几手东西，小赚了一点。做生意嘛，门面就是脸面，手里有点闲钱，当然要收拾一下。侥幸，小赚一点，我算是看透你了。你这个黑心的东方资本家，这一定是用我德里克那可怜的血汗钱铺出来的。那套柜子肯定是用我那批全新的苹果换的，还有这张舒服的要命的沙发，绝对是我那麻袋没剪吊牌的 AJ 买的单。你要是不想被我剥削，大可以带着那些货去罗迪奥大道找个角落出手，看看最后等你的是高价还是一辆警车。Fuck， 你个奸商！别说，这沙发坐着是真舒服，比我地下室那破椅子强多了。今天不去进货，跑我这儿瞎溜达干嘛？前阵子大买卖刚做完，给自己放2天假，顺路看看你这个资本家死了没。快递到了，放门口。既然你活得这么滋润，那我走了，还得去会会我新交的辣妹女友。下次我再带好东西来，你必须给我涨价，至少多给50刀。随便看，当东西请去左边柜台。嘿，你好，我听朋友说这里有家不错的典当画，我还以为是个破旧小作坊，没想到还挺有格调。你就是老板，我叫索菲亚，我缺点钱交房租，看看这个能换多少美刀。这不是普通散客，这是带着故事来的。挺特别的设计。这是你祖上的传家宝，不错，你居然能看出来。我之前去了2家当铺，那些白人老板只当它是普通银首饰，那是他们不识货。19世纪末法国新艺术运动时期的老物件，空窗珐琅工艺，现在流水线做不出来。看不懂工艺，就只能看重量。那这位懂行的东方老板，你觉得他值多少美刀？遇到懂行的收藏家，能卖到4000左右。但当铺有当铺的规矩，死当我最多给你2500刀。成交。它能换来我这个月的房租和几顿丰盛晚餐，我觉得很值。触发暴击奖励，获得3000美刀。古董赚一笔，系统再补一笔，舒服。还有事？我只是觉得你和我遇到过的那些老板都不一样，你是个很诚实的商人，也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谢谢夸奖。我夸你了，你接不接？再见，李老板。法兰西的鱼饵撒的倒是漂亮。不急，鱼线已经牵上了。
收工，去苏姐那儿顺顿晚饭。fuck！ 你们这做的是什么主食？也敢拿来糊弄老子！谁敢在苏姐店里闹事？ fuck！ 你们这家店做的是什么垃圾？这汤里有一只死苍，你还得赔老子2000刀医药费，不然我让你这店明天就开不下去。看到那些探头了吗？这家店装的是360度无响角高清监控，从菜品出锅、端上桌，再到你们闹事的全过程，全都录得清清楚楚。汤里本来就有苍蝇，还是你们自己扔进去敲诈。把录像调出来一放，真相自然就清楚了。勒索之前，至少先确认头顶有没有摄像头。还有，刚才我已经拨了911，附近正好有巡逻车，最多10分钟就能赶到。现在我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留在这里，等联合帮派犯罪调查组的人过来，我们一起看监控对峙；第二，现在立刻从这家店里滚出去。小李。 fuck！ 哪来的黄皮猴子，也敢坏老子的好事？我倒要看看，是警察来得快，还是我弄倒你更快！给我上！找死！这种速度也想打中我？我的！ 这还是人吗？现在跑还来得及吗？联合帮派犯罪交查组，都别动！这是谁？这是你干的？长官，我是正当防卫。他们先敲诈勒索，打砸餐厅，然后主动攻击我，完整过程监控都拍到了。 普通典当行老板，10秒解决3个帮派惯犯，这个男人绝对藏着东西。关于这几个飞车党，后续可能还有细节需要你配合调查。凯拉陈，上面有我的私人号码，随时保持联系。会鉴宝，会赚钱，还能10秒放倒3个壮汉。 这条过江猛龙藏得比我想象中还深。小李，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没事了，苏姐，我这不是全心全尾的站在这里吗？ 我不是怕店被砸，我是怕你为了保护我受伤。凯拉探官，今天穿这么漂亮，该不会是来找我当东西的吧？李牧，24岁，南特大商学院毕业，1年多前接手这家典当店，背景很干净，干净的就像个普通留学生。1个半月前，就在这间典当行，持枪犯被你正当防卫制服，右手腕严重骨折，下颌脱臼，你只用了不到5秒。
加上昨晚那3个飞车党，同样被你轻松碾压。普通商科毕业生能有这种特种部队级别的格斗能力，李老板，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管10秒放倒3个病汉叫普通？普通人偶尔超常发挥很合理。凯拉长官，这你就不懂了。我是龙国人，平时没事练练太极拳，看看 UFC， 再加上事发突然，肾上腺素飙升，瞎猫碰上死套子罢了。你觉得我会信这种鬼话？信不信是你的事儿，事实就是这样。我2次都是正当防卫，还帮你们抓了几个飞车党，不发奖金就算了，还专程跑来质问我，不合适吧？你连我1个多月前的事都翻出来了，该不会是看上我了，想先查查我有没有不良记录，好方便倒追我吧？你胡说八道什么？李牧，我警告你，最好别让我查出你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还有，最近这片街区不太平，你自己小心。带刺的玫瑰有点意思。没太阳没客人，还有咖啡，这才叫老板生活。老板，这台机子能换多少刀？光吸读不出盘，手柄摇杆漂移的也很厉害。你这已经是中东战损版的成色了，修理还得花不少钱。我急用钱，你看着给点就行。 60美元，死当，出门概不退换。行，成交。连价都不还，急得有点明显。触发暴击奖励，获得600美刀。钱不多，但这种小单积起来才稳定。再看2条新闻，就去苏姐那里喝汤。死者为35岁无业男子，疑因地下赌球破产。目击者称，死者事发前曾持续后骂佛得卡国家足球队。要是再输，老子就去美利坚银行大厦找个没有玻璃的窗户，直接自由落土，用老子的身体狠狠撞击地面。这哥们儿别的不说，信用倒是真守。还真是个讲信用的狠人，说自由落体就自由落体，这肘击地面的姿势看起来还挺标准。想一夜翻身没问题，把命和全部家底压进去就是另一回事了。李老板，那条项链的钱帮了我大忙，为了表示感谢，明晚你有时间吗？我有几瓶从巴黎带来的红酒，想请你来公寓品尝。酒已经开好了，就看东方老板敢不敢来。邀请都送到脸上了，没有拒绝的道理，荣幸之至，我很期待。明晚的红酒明晚再喝，今晚先解决进出的。怎么累坏了？能不累吗？今天客人一波接一波，手脚都快断了。肩膀这么硬，是该好好放松一下。还是你有良心。外面再累，回到他身边就松下来了。这份按摩，晚饭得加一碗鸡汤。对了，小李，我下午好像看见蒋玲又往你店里去了，说那个狐狸精是不是又去勾搭你了？去了。他还真去了，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蒋玲那种女人心思深得很，你可千万别被她样子骗了。这狐狸又想偷家，想什么呢，苏姐？她那点花花肠子，我还能看不出来？
他今天想过来套话，结果被我狠狠收拾了一顿，估计短时间内都没脸再来烦我。收拾了一顿？你怎么收拾他的？没动手打人吧？我像是随便打女人的粗人吗？就是义正言辞的把他怼回去，警告他以后少来晃悠。他占不到便宜，气呼呼的跑了。我确实收拾了，他也确实跑了，过程不同，不影响结论。真的？比珍珠还真，你不信我？算你还有点良心。姐没白疼你。醒啦，快擦把脸，姐给你下碗小馄饨，锅里的高汤一直给你热着呢。还是苏姐对我好。我回店里开门了。老板，这包我上个月刚买的，你看能当多少钱？包是真的，成色也还算新，不过四角有磨损，五金划痕也不少。专柜价格大概2800美元，但这里是典当行，这种成色我最多给800。你这简直是在抢！这可是古器，我买来才背了不到10次。小姐，奢侈品只要出了专柜的门就是二手货，你这个包拿去二手店还得先花钱翻新，800美元死当，爱当不当，不当出门左拐。买的时候付的是品牌溢价，卖的时候算的只有市场价和风险。行吧，800就800，算我倒霉。触发暴击奖励，获得1500美元。800收获，转手还能赚700，系统再补1500，这才叫双份利润。明晚见，李老板。酒和地址都准备好了。看来明晚这场交易不在典当桌上。你来了，比我预计的还要准时。守时的男人先加1分。随便坐，我这里没有多余的椅子，大家都喜欢坐在地毯上。这是我去年回巴黎时从外祖父的酒窖里顺出来的，很不错的老藤勃艮第。确实是好酒。家里的酒放着也是放着，当然要留给懂得欣赏的人。在遇到你以前，我对开当铺的商人印象很差，他们想从我手里制走每1分钱，看人的眼神也让人很不舒服。所以，你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当然，那天在店里，你看那条项链的眼神，就像在欣赏艺术品。你没有用势利的目光看我，也没有趁机压价。你什么都不在乎，却又像把一切都掌握在手里，就像这瓶老洋红酒一样，迷人的要命。我当时就在想，能让一个冷静到近乎冷酷的男人失去控制，会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失去控制的代价，有时候会很大。我不在乎代价。李，
我不需要你给我任何承诺，也不在乎你身边还有什么别的女人，我只享受此时此刻，享受我们在一起的快乐，这才是属于我的浪漫。不谈明天，只喝完今晚这一杯。边界说清楚了，那就尊重彼此的选择。不急着回去，先吹会儿风。大半夜在贫民窟直播送饼，这场面怎么比新闻还抽象？我操！我手机呢？谁拿了我的手机？快帮我拦住那个小偷！我天天给你们送吃的，倒是帮我拦一下呀！耶！别人的事可以不管，同胞当着我的面被欺负，那就不一样了。谢谢，太谢谢哥们儿了。你是小唐，哥们儿，你认识我？专门在洛杉矶贫民窟给流浪汉送酱香饼的大善人，听说3年后还准备竞选洛杉矶市长。每人1张饼，票都投给我。那都是网上玩梗，混口饭吃罢了。今天真是多亏你了。这帮家伙天天吃我的，还想抢我手机，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哥们儿，我看你也是在这边做大生意的吧？相逢就是缘分，加个脸摘。等我忙完这阵儿，一定登门拜访。李牧，在唐人街开典当行，有空可以来店里坐坐。典当行？李老板这是正经赚大钱的买卖啊！怪不得开这么好的车。能在这种地方把生意和流量做起来，也是个人才。以后有东西要处理，先找李老板。大半夜在这里混，自己小心点儿，这帮人可不认什么恩情。得嘞，以后肯定注意。李老板慢走。同一座城市，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这就是洛杉矶，天堂与地狱，往往只有一街之隔。嗨，李，我可是遵守承诺，给你带客户来了。这包能当多少？真品，成色不错，95新。这包如果找对买家，市面价大概$25,000左右，但我这里是典当行，规矩是折价收档。鳄鱼皮最难保养，存放和叠旧风险都在我这边。第一，活档$10,000，1个月期限，到期连本带利赎回。第二，死档$12,000，钱货2清。fuck， 你是不是疯了？活档才给1万，这包我买的时候花了快3万。亲爱的，你先别急，你现在不是急着还信用卡吗？都月底了，要是逾期了，粉丝知道你的真实情况，你以后还怎么在这个圈子里混？比弗洛山庄那些二手店知道你急用钱，最多只给8000，李老板这里至少当场结清，还保护隐私。死档多2000，够你再去几家高级餐厅拍照打卡了。死档，12000，赶紧给我开单，我要立刻收到钱。
触发暴击奖励，获得4000美刀。12000收获，二手市场至少25000。李老板，今天生意不错啊。这是我兄弟昨晚刚弄到的土特产，给估个价。你这进货渠道是越来越狂野了。东西倒是真金。18K 和14K 混合金，工艺不用看了，粗制滥造。按现在的回收金价，这堆东西就是容量当金料，一揽子1800美元。行就行，不行你带走。上帝啊！你这刀子比德里克还狠，我兄弟可是冒着挨枪子的风险弄来的，这分量怎么也得2500。风险是你们的，我只看东西值多少。1800，一分不能多。除了我，这几条街没人能这么痛快给你现钞。行吧，行吧，1800就1800，这年头做点无本买卖都不容易。触发暴击奖励，获得1500美刀。融了转手给地下金店，还能再赚一笔。姓李的小王八巴子！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大清朝的遗少吗？怎么，今天有闲心来我这儿了？你少在这装蒜！那件皇帝青花盘根本不是清晚期仿品，专家看过照片了，上拍最少值40万美刀。我拿那1万块还债根本不够，今天还被高利贷的人扣下1根手指。把盘子还我，再赔我10万刀精神损失费，不然就砸了这破店，要了他的狗命！看清楚了，清念期仿品皇帝青花盘一件，定价1万美刀，死当结清，钱货两定。你签字的时候可利索得很。你放屁！你明明知道那是明朝真品，故意忽悠我！你自己说这是太爷爷从圆明园抢出来的光绪仿品，我只是顺着你的话，按光绪仿品收了。你没眼力，把明朝官洋看成清朝仿品，签了死当，拿了钱，现在听说值钱又想反悔。古玩行捡漏是本事，打眼是活该。离了柜台概不认账。几位大佬，你们都听见了吧？这小子承认盘子是明朝真品了。只要你们帮我把盘子要回来，我欠堂口的3万刀，连本带利马上还。我不管你们明朝、清朝的破盘子，我只知道他欠弘义堂3万赌债，今天到期。他说东西被你用1万美刀骗走了，那这笔账就落到你头上，交盘子或者替他还3万，另外再补10万封口费。如果我2样都不给呢？不给，那就先砸了你这破店，再把你2条腿卸了。住手！你们别乱来！我已经报警了，弗拉拉马上就到。你们敢动他一根汗毛，弗拉绝对不会放过你们！抱佛洛维，行啊，小娘们儿，抱得好。你是不是以为在美丽关穿制服的就真能给老百姓做主？弘义堂的堂主跟这片分局几个高级探员周末喝茶打高尔夫，你以为条子来了是抓我们，还是管你们2个小商户？老子今天就把这店砸个稀巴烂，等条子来了，我看他们帮你们还是帮我们！给老子砸！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们弘义堂的堂主每个周末到底是跟这片分局的哪几位高级探员在打高尔夫？要不要我现在叫特别行动小组过来，把你们堂口的账本全部封了？怎么不说了？继续把那些收了你们钱的探员名字一个一个报给我听听。陈长官，误会，都是误会。我刚才就是喝多了几口猫闹，在这吹牛，您千万别当真。李老板，没事吧？没事，多亏陈长官来得够快。你们干什么？砸呀！把他的东西都砸了，把我的国宝抢回来！
老梆子，你他妈想死别拉着我们！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欠红玉堂3万美刀，今天拿不出来，谁也救不了你。不要！我只是要回我的盘子。你被骗没被骗，跟老子有什么关系？陈长官，李老板，救我！陈长官，今天多有得罪，我们这就走。滚！我祖上可是正儿八经的旗人，你们不能这么对我。现在知道讲规矩了。苏姐，没事了。这边请，陈长官。这破玩意儿起码15磅，勒得我快喘不过气了。看够了吗，李老板？如果我说没看够，凯拉长官会把我抓起来吗？酒不错。李老板，刚才我要是不来，或者晚来几分钟，面对4个拿着更管的职业打手，你打算怎么收场？我可是个本分做生意的好人，遇到黑帮上门，当然是抱头挨顿揍，然后祈祷警察早点赶到救命。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前几天在隔壁餐馆10几秒内把几个飞车党打得满地找牙。如果我刚才没推开那扇门，躺在地上的绝对不是你。凯拉长官，你这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我要真有那么大本事，早去海豹突击队报道了。行，你身上藏着什么，我暂时不追问，只要你在唐人街老实做生意，不给我惹出麻烦。我也懒得管你到底是什么人，这句话你记住。那就多谢陈长官高抬贵手。李牧，你欠我一个人情，我记性很好，我会随时来找你讨债。这债倒是挺乐意还。老板，这个能换多少？给我50，不，40就行。最多20美元。什么？才20美元？这可是金的，20美元连半包药都买不到。你这个吸血鬼！就20，死当。要当就拿钱滚蛋，不当就拿走。我只给你10秒钟，10秒之后还不走，我就报警。怎么，不认识了？我说李老板，你这几天好像很忙啊，忙得连一条短信都舍不得给我发。这不是怕打扰大超模工作吗？怎么，这是想我了？对，这几天我每天晚上闭上眼睛都是你，你这个没良心的混蛋，你却连一句问候都不给我。这不是给你一个主动找我的机会吗？老板，您给瞅瞅，这东西能当多少钱？祖上传下来的。对，我太爷爷那辈从国内带来的，家里最近出了变故，想换点生活费。佛经抄的还行，纸也是老纸，但不像名家手笔，残页也不完整。我给你800美元。800，谢谢老板。触发暴击特殊奖励，获得古籍善本鉴定知识。这不是普通残页，晚清文强宗。文强宗亲笔手抄心经，残页虽缺，国内拍卖也能值2、3万美元。
，800美元成本，价值翻几十倍。欧巴，周末忙不忙呀？上次在漫展的事情还没好好谢谢你帮我解围。如果欧巴有空，我想请你吃个饭，表达一下感谢。李老板，这不是未来的洛杉矶市长吗？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李哥，你可别折煞我了。什么市长，都是网友瞎起哄。那天晚上多亏你那一脚，不然手机和里面的素材全得交代在贫民窟。今天正好顺路，特意来谢谢你。举手之劳，过去坐吧。李哥，你这实力也太硬了。我在外面差点以为走错门，左边是老当铺，右边像高级会所，这生意让你做的真绝了。糊口罢了。你的视频在国内播放量不低，现在也算个大网红了。李哥，实不相瞒，我赚的也是辛苦钱。网上天天夸我给流浪汉怒温暖，可我清楚，要不是为了流量、带货和广告，谁愿意半夜跑去那种地方受罪？流量也是生意，你能把那些人变成视频里的固定素材，是你的本事。不偷不抢，靠脑子赚钱，不丢人。李哥懂我。李哥，我今天还有件事想请你帮忙。说，最近有几个国内粉丝想让我代购正经2手名表，可我不懂鉴定，最怕买到假货砸了名声。以后有代购订单，我直接来你这里拿货，你给我个底价，我挣中间的辛苦费，这事能不能做？可以，从我这里出去的东西，保证是真货，价格也会给你留出利润空间。你有订单，随时来拿。谢谢李哥，我以茶代酒敬你。李哥，我得去备料了，今晚还要去四季叠罗摆摊，那帮街坊还等着吃饼。去吧，自己小心，别再让人把吃饭的家伙顺走了。2条烟，带来1条新的销售渠道。今天对面那位没再闹什么动静吧？别闹，外面还有客人呢。除了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拉客，还能有什么新花样？他店里的点心味道一般，几个熟客今天又回来了。谁做的菜能有苏姐好吃？欧巴，你来啦？等很久了？没有，我也刚到。不用这么紧张，我又不会吃人。我只是太高兴了。欧巴，那天在漫展上真的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对付那种人，越害怕他们越得寸进尺。不过你已经签了公司，为什么还要去漫展做模特？我在公司训练2年半了，但我从来不是受中重的核心成员，最好的资源全给了家里有背景的人，每个月那点补贴，交完房租，连吃饭都很勉强。我不敢再向家里要钱，妈妈已经把能拿出来的都给我了，我不能让她失望。周末公司不训练的时候，我只能偷偷接漫展和活动的工作，我只是想多赚一点生活费。可那天我还是遇到了那种事。娱乐圈这种地方，没有背景和资源，只靠努力很难熬出头。欧巴，其实漫展那天我就喜欢上你了，可是公司不允许我们谈恋爱，所以这只能是我们2个人的秘密，可以吗？
欧巴，我不想回宿舍，那里像一座监狱，每天回去只有服从和训练，我真的快撑不住了。你能不能带我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我只想安静待一会儿。好。随便坐。欧巴，我真的好累，我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了。欧巴，你可以抱抱我吗？李，我好累，这里连一家像样的咖啡店都没有，每天都是排练和夜戏，我感觉自己快散架了。你有没有想我？我这几天做梦都会梦到你的怀抱。好好拍戏，争取带个奥斯卡回来。等你凯旋，我保证好好补偿。嘿，兄弟，你这是去进货还是去扫货了？嗨，别提了。罗迪奥大道那些卖电子产品和鞋子的商家，现在连报警器都升级了，防我们比防恐怖分子还严。碰到一家安保系统瘫痪的高档百货，我就顺手拿了点美妆柜台的存货。我说德里克，你这是准备赶上当美妆博主了？兄弟，这你就不懂了。高档化妆品和香水，在夜店女郎和外围圈子里都是硬通货，比手机还抢手。体积小，随便往包里一塞就能带出来，简直就是为林元桃准备的。这些东西虽然没拆封，但我这里不是专柜，客人没法试用，只能打包处理给二手导发。这一大堆3000美元。3000！光这2瓶面霜，专柜就要1000多美元。我冒着被300磅保安压成肉肉的风险弄出来，你全部只给3000。兄弟，帮帮忙！我最近新交了个辣妹女友，开销大得很，3000太少了，再加一点。3500美元，多1分没有。要就签字拿钱，不要就提着这些香水去站街。成交。触发暴击奖励获得150美刀，触发暴击奖励获得300美刀，批量货物结算完成，累计获得约5000美刀。3500成本，转手7、8千，再加5000暴毙。这老黑送钱的本事倒是没丢。李哥，在忙不？这些都是直播间榜一大哥和大姐点名要的东西，只要保真、二手或者轻微瑕疵都可以，价格比国内便宜2、3成，他们立刻打全款。这单要是吃得下，咱们能赚1、2万美刀差价。硬通货，不愁卖，这笔生意能做。差2样大件，这肥肉送到嘴边不能吃不下。珍惜老板，忙着呢。喂，李桑，刚送走2个难缠的客人，怎么大忙人李老板今天主动打电话，是想我了？想肯定是想的，不过今天找你是有笔生意想合作。什么生意？我这边有国内渠道，急需几件硬通货，1块95星以上的劳力士绿水橙，最好全套原装带票。另外要几只成色好的 LV 经典老花包，你那边有现货吗？有，绿水鬼昨天刚收到1块，99新，全套原装带票 ，LV 经典款一直有货，各种尺寸都能挑。你给我个实在的同行挑货价，这几样我全要。全要？全要。既然是李桑要，我按最低底价给你。那李桑什么时候过来提货？等下就过去。单子急，我拍完实物照还要发给客户确认。别闹，算账呢。这大下午的又要去哪儿鬼混？刚才有个哥们儿发来国内大客户的代购单，
要的都是市面上的尖货，我这里凑了2样，还差几件，要去比弗利山庄找同行调货。这是笔大买卖，利润不小，所以今晚不用给我留饭了。原来是去做正事，路上开慢点，跟同行打交道多留个心眼，别被人坑了。放心，只有我坑别人的份儿。赶紧走，别让大生意跑了。小野真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我从东京飞到洛杉矶，推掉那么多生意来找你，你竟然还敢解除婚约，让我走！龟田健太，请你注意你的言辞。我已经通过律师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长辈当年的口头约定。你在这里开了个二手店，赚了点钱，就以为自己翅膀硬。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就算这家店倒了，我去唐人街端盘子，也不会回到你们那个牢笼里。端盘子，在樱花国，像你这样的女人能嫁进龟田家，是你修了8辈子的福气。你单方面悔婚，让我在东京圈子里成了笑柄。你知道我这张脸丢到哪里了吗？说完了吗？说完就离开我的店。马上收回你的声明，关掉这家破店，收拾东西跟我回东京。以后老老实实当全职太太。你敢说半个不字，我有100种办法让你这家店一天都开不下去。第一，这家店是我刚打通的核心渠道；第二，没人可以随便动我的合作伙伴。李桑，你是什么人？这是我和我未婚妻的家事，外人最好滚远点。未婚妻？据我所知，你们的婚约早就解除了，她跟你现在半点关系都没有。看清楚了。现在明白了吗？真墨现在是我的人，你这个外人在这里砸东西，才是该滚的人。你敢跟我抢女人，我要杀了你！骂人的话，就这么点本事。这一巴掌替你砸的那个包，这一巴掌替刚才那张桌子。至于这一脚，替你那张嘴。我要报警，我要告你！你可以试试。从你砸东西到抡烟灰缸砸我的头，全录得清清楚楚。在美利坚，持械攻击是重罪，我这叫正当防卫。行了，垃圾清完了，我们该谈生意了。李桑，你刚才为什么要那样吻我？为了让那个小东西看清楚，你到底属于谁。那我呢？我算什么？你觉得我像会为了不相干的人动手打架的烂好人吗？不像。所以答案很明显，我出手是因为你是我的人。李桑，我们该谈生意了。99新，全套带票，确实漂亮。这批货源比我想象的还稳。我做这行招牌就是保真，这是给李桑的价格，全部按我的进货成本加3%。这个价你赚不到什么钱。钱以后慢慢赚，今天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不能在这上面赚你的钱。以后你的货交给我代售，佣金再降1个点。行，那我不跟你客气。货齐了，发给你那几个榜一验成色。我操，李哥，你这速度太快了，这才半天啊！尤其那块绿水龟，我发过去他们全疯了。土豪已经确认，全款马上打过来，这单成了。
打跑一个碍事的，收稳一个渠道，还顺手做成一笔大单。都在这儿，你点点。绝了，真绝了！李哥，这成色比专柜展品还好。东西没问题，钱呢？李哥，溜水柜15000，海马5000，几个包打包15000，一共35000刀，马上转你。打个电话，跑跑腿，1万多差价稳稳落袋。国内有钱人现在就信我这种洛杉矶直播代购。跨国报关、避税、物流这些烂摊子，我不管。这你就小看我了，人肉代购、特殊物流、分批伪装旧物，我都熟，脏活累活全包在我身上，你只管供货。合作愉快。回来了，生意谈得怎么样？一趟下来赚了1万多刀乐。1万多，就跑了这么半套天。走个渠道，赚点差价。你这脑子真是天生做生意的料。不对，小李，你身上这是什么味儿？这可不是烟味，也不是酒味，这是女人身上用的高级香水味。苏姐，你这鼻子是狗鼻子成精了吧？我刚从市中心那家百货商场出来，1楼全是化妆品和香水专柜，那些导购拿香水瓶子跟拿灭火器似的，见人就喷。我被蹭了一路，味儿就沾身上了。喽，给你买的。给我买的？李牧，大晚上的你给我买这种东西，我这么大年纪了，穿这个像什么样子？我说好看，你穿上肯定更好看。你个小坏蛋！老板，这把琴卖吗？卖啊，只要给得起钱，没什么不能卖。果然是它，这可不是普通的雅马哈，这是上世纪60年代早期全单版限量款红标，这种木头和工艺现在根本找不到了。既然大爷这么喜欢，那我也不能横刀夺爱。5000刀，你拿走。5000，这也太贵了吧！市场上品价好的也就3000多。那您就把它挂回去，我继续留着当装饰。行，5000就5000。多谢惠顾，老爷子。以后要是还有老物件，记得来我这儿碰碰运气。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是我，买东西还是当东西？我祖上参与过那场伟大的远东远征，这件宝贝是他带回来的战利品，这可是你们中国的无价之宝。哼，看在你也是中国人的份上，30万美刀你就拿去供着吧。30万刀，你们家4代人口味挺重啊。这器型口大肚圆，提梁不是插花用的，是为了防溅和方便添洗。这根本不是什么御用花瓶。这在当时叫虎子，可能眼神不太好，看见青花就当宝贝给顺走了。不可能，我祖爷爷从城里抢带回来的。看看谁愿意花30万买个太监尿过的夜壶回去供着。放！该死，这不可能！哈哈哈哈！用魔法打败魔法，真爽！老板，当东西，快点！这不是当东西，是来销赃。100刀，死当。800刀力就行。嫌少就拿走，
去电子城问问谁敢收这种裸机。100就100，赶紧给钱。触发暴击奖励，获得600美刀。100收的，暴击600，回头挂网上还能再赚一笔。这街头还是黑心点才赚得到钱。茉莉奶绿，去冰，少糖。你哪个有空跑过来嘞？这不是想你了吗？来看看你。瓜娃子，就晓得嘴甜，要死了你！大白天的，你在这发鞭嗦？看到了又怎样？我摸我自己女人的大腿，谁管得着？行了，这几天看来是没饿着，腿上的肉都软乎了不少。你个流氓！白嫖来的奶茶，喝着就是香。林，我只是想请你吃顿晚餐。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太孤独了，你需要一个懂你、能保护你的男人。李牧，亲爱的，你怎么才来呀？我都等你好半天了。大卫先生，正式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男朋友。所以，收起你那套无聊的把戏吧。他现在没空，你有话冲我说。你是谁？